赢了，已经往回走了。走到哪儿了？10分钟能到吧？来了就到我办公室。人家的这个比对啊，还是很专业的。他哪里专业了？不，确实相似度很高。好，我没看出来。不，您这就有点不客观了。何律师，你到底是谁的法律顾问？不管是谁的法律顾问，我都得说实话。好，到了再说。半个小时之内不走就得改签机票。好了，我们先走了。哎，罗宾马上就到，10分钟。我还得赶飞机，先走了。罗宾啊，非常出色，是我们首席律师，多次获得 ALB 律师协会的大奖。这个大奖是我们法律界的奥斯卡。那你开始为什么推荐何塞做我们的法律顾问？何塞也非常优秀，他和罗宾啊是大学的同班同学，多次被律协评为最佳法律顾问，他们各有千秋。没有终点的梦，又能怎样？你父亲是在上班的途中受的伤，所以应该算是工伤。可是他是自己骑摩托车摔的，那也算工伤。但他们说自己摔的不算。你可以查一下《工伤保险条例》，职工在上下班途中遇到的机动车事故伤害，应该认定为工伤。哦，对了，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职工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遇到的交通事故，应该也要认定为工伤。我记不住。那我回头给你列个单子，如果他们不认，你就起诉。能赢吗？能。那你能帮我起诉吗？要赢了，我一定付你钱。不是这个意思。咱们先发个律师函吧。你周德阳了吧？我给你热一下好不好？不用。喂，我已经取到餐了，马上就到。马上是多久2分钟。友情提示一下啊，现在是午饭时间，等一趟电梯最起码要3分钟起。好了。哎呀，你怎么了？突然肚子疼。让你别吃凉的吧？你还好吧？就在19层，你帮我送一下行吗？全景律所。19层全。对，全景律所。我去个厕所。你拿纸了吗你？只能够战胜残酷，只能去圈住迷途，他要走的每一步，不犹豫，不彷徨，这夜的星光长什么模样？用善良。什么时候有时间跟百健红见个面？他是廖佳敏的客户吧？他对佳敏那边早就不满意了。对不起，不好意思，对不起。真着急。顾律，罗律。喂，你到哪儿了？电梯1层。快一点。19层，谢谢。今天方老大情绪特别恶劣。哪种恶劣？10年一遇还是100年一遇？不好意思，超重了。赶紧上来的那种恶劣。哦。咱能下去一个吗？着急上班呢。要不然请您先下去。我？不好意思啊，我又不是最后一个，他是最后一个。顾全大局吧，要不然大家谁也上不去。您为什么不顾全大局做下一趟呢？美女，咱不差这1分钟2分钟了，行吗？我们都有急事。当然差1分钟，如果差1分钟的话，客户可能就会取消订单。先没有急事。我们的确有非常要紧的事儿，所以能不能拜托你成下一趟？不是这位先生，谁没有要紧的事儿啊？请问？那这是我的名片，请收好。您给我名片什么意思？我知道您是律师，所以您想告诉我说您的工作很重要。虽然您最后一个上来的，但是您要先上楼是吧？不，我是想说，如果你因此丢了工作，可以找我。我找你干嘛呀？我可以让你老板赔你很大一笔钱。如果你做不到呢？我从来不说自己办不到的事情。谢谢。谢谢。快一点吧，好吗？我们要迟到，谢谢。你要迟到了，谢谢您，谢谢啊。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对不起，对不起，干嘛呀？你这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我们赶时间啊。拜拜。再见。我这餐，任小年，他就是个无耻之徒。他的品牌策略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从其他的品牌、秀场、动漫、电影等等啊，多渠道、多元化的吸取灵感啊。而这个吸取灵感其实就是抄袭。他的设计总部有300名设计师，他就让这300名设计师到处去吸收灵感，其实就是到处抄袭。他就这样。还居然敢说自己的营销口号是啊，款多量少，速度快。所以啊，我让罗宾去接手了。你解脱了，不必再和这个无耻之徒打交道了。你有什么想法？我们律所，就不应该接受这种流氓客户。你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来，请进。大哥，看看这个，任小年，何律的客户，现在是你的了。我建议你不要接啊。为什么？接了会死吗？会被恶心死。这么刺激，我喜欢。我是大刘啊，哎，不忙，说。哦，以前在我们律所啊，实习的人多着呢，我不可能每个人都认识。哎，你说吧。任小年。他就是个恶棍，恶棍也有请律师的权利。我告诉你，恶棍会给你什么？会给我们一大笔律师费。对，他是会给你一大笔钱，我知道了。但是这个钱是用来收买你灵魂的。本来我没打算接的，但被你说的这么刺激，我准备接了。以前在咱们律所有一个实习生，叫麦飞，你们谁认识？罗律的实习生，现在在龙科当工薪律师。怎么了？谁找的？任小年。任小年现在还是我们的客户，还没跟我们解除代理合同呢。你去找任小年，在他们炒掉我们之前，我们先把他炒掉。我们不能丢了任小年这个客户。为什么？因为他很有钱。有钱不代表正义，所以才需要我们来代表他。你怎么还不去啊？我先请丽娜帮我约一下任小年。哦，他约不到。任小年今天要去杭州，我知道他的行程。很不幸，已经约到了，航班延误。如果我是你，你最珍贵的财产就是你能紧紧抓住的东西。我知道这首歌，如果我是你 ，Celine Dion 演唱的，由 S. Bacon 和 A. Roman 一起写的歌词儿。哎，但是我现在没有跟你说音乐，我也没有。我知道这首歌《My Prized Possession》，我最珍贵的财产。罗宾说成了你最珍贵的财产，没人反对你知道歌词。我是说罗宾他说错了，他把我最珍贵的财产说成了你最珍贵的财产。My prized possession 是我，不是你。你在说什么呀？我说罗宾他错了，他把我最珍贵的财产，他说成了你最珍贵的财产。他没在和你说歌词儿，哥们儿。他不尊重我，我是个有原则、有底线的人，我应该被人尊重。罗宾不是你的敌人，他在帮着你收拾烂摊子去了。我不同意。任小年他本身就是个烂摊子，不是我把他变成烂摊子的。客户为什么来找我们？他们一定是遇到麻烦了，又搞不定了，所以来找我们，并付给我们钱。我们如果不能帮他们收拾这个烂摊子，我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你是一个优秀的律师，聪明正直，有道德，有底线，值得被尊敬。行了，我要是你，我现在什么都不说，安安静静的走。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会知道任小年的航班？
对。我问问他助理啊。那他的助理为什么告诉你呢？因为我是丽娜。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一个值得人尊重的律师，任小年没有意识到你的价值，那是他的损失。你说的是真心话吗？你太在乎别人对你的态度了。不，我不在乎。但是我讨厌别人误解我，尤其是讨厌罗宾，他误解我，他总是误解我。他总是先把我描绘成一个可笑的人，然后他开我的玩笑，而他开我的这些玩笑完全是基于对我的误会。你的外卖，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外卖？因为我是丽娜。我知道你是丽娜，我是问你，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外卖？喂，哎，喂，您好，您的外卖。丽娜姐，您的快递。对不起啊，来迟了。我刚刚路上发生了一点意外。什么意外？我上电梯的时候被电梯门夹了一下，这餐就掉到了地上，我就只能回去重新给您做了一份，耽误了您的时间，实在抱歉。这不叫意外，这叫过失。由于你的过失，餐掉到了地上，我可以给你差评。这是意外，不是过失，您千万别打差评。那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过失啊？过失是指因疏忽而发生的过错，被电梯门夹到真的不是因为疏忽。好，那我再给你一个机会，你认真的想一想，到底是意外，还是过失？意外是指受外来的非本意的料想不到的事件，被电梯门夹。你赢了啊，是意外。对。订单已取消。我希望你通过这件事情得到一个教训。不要和驴争辩，即使争赢了，他也会想办法报复你。啊，我并没有取消订单呀。所以你是想让那个送外卖的小姑娘，在发现你没有取消订单的时候，感激涕零地跑回来，而且打心底里觉得你是一个好人，外冷内热。你了解我？不要这样，这是18世纪男人引起女人注意力的方法，现在是21世纪了。有些东西是永恒的，只有变化是永恒的。那也是永恒的。我可以去和你们领导解释。我们是机器审评，你能和机器解释吗？你不会说你们公司除了送餐的是人，其他的都是机器吧？你怎么了？是不是扣你钱了？扣了多少？你告诉我，我现在就赔给你。人家没取消订单呢。没取消。谁能影响他，或者他重视谁的意见？他刚愎自用，不重视任何人的意见，也没有什么亲密关系。现在呢，倒是有一个女朋友，对外就是他的秘书兼助理，名字叫做莎莎。一会儿你会见到她。不过莎莎对他并没有什么影响力。这些年来，莎莎一直想打入他的圈子，可是任小年不让，这就是他们俩目前的分歧。莎莎给他推荐了一名律师，这名律师倒是跟你有点关系，他就是何塞的姐夫刘英美，仗着自己的岳父是法学泰斗何家一。何塞的姐夫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觉得何塞跟你有关系啊。你们俩整天吵吵闹闹的，跟对老夫老妻似的。好了，挂了。好了，注意安全。你好，你好，刘英美，叫我大刘就好。麦飞，请坐，坐。服务员，请给这位先生来一杯手冲咖啡。哎，这家手冲不错的，谢谢。对不起，点单要到柜台点。哎，这儿不能点吗？不好意思啊，我们点单都是要到柜台点的。你们有没有一点服务意识？啊，没关系，我不喝了。请给这位先生来一杯手冲咖啡。手冲咖啡，请到柜台点。我投诉你们。哎，对不起啊，你去忙吧。我不喝咖啡。你不喝咖啡，你喝什么呀？我们律所就在楼上。哦，我知道。是有一些话，我觉得在律所里谈不太方便。有什么话你就当面说吧。
好的，好的。那您先找吴美薇的律师聊一聊，我会跟任总说的，等您信儿。好，谢谢。刘英美，她可比何塞强多了，已经找到吴美薇的律师是谁，而且他们之前就认识，还挺熟的呢。你也别太相信律师了，特别是刘英美这样的，一天到晚上赶着找你，你以为她真的关心我？我在她眼里不过是块肥肉罢了。可是刘英美有一点说的对。法律顾问是法律顾问，像法律顾问这种律师打不了官司的，你随便问问他们还行。打官司还是得找专业的诉讼律师吧。那这样吧，你这么跟刘永美说啊，如果他能帮我把这件事摆平的话，那公司的法律业务就交给他。好。我是任总的朋友，任总他家大业大，这些年啊，总有一些人跟他，北京话怎么讲，叫碰瓷儿。说他们公司抄袭了人家的创意了，侵犯了人家的知识产权了。对不起，刘律师，叫我大刘就好。我后面约了事儿。我长话短说，任总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他旗下投资了有20多家公司，也是这20几家公司的股东。我们律师这个职业最大的好处就是，无论官司输赢，律师费都照收。那有的时候输了一场官司，赚的比赢的还多。可是我不知道您说什么呢？一个人一辈子可能只打一场官司，平常他也不会在法律上有什么需求，所以说无论你帮他打赢了还是打输了，他都不会是你的回头客。但是你像对任总这样的老板，那就不一样了。他常年有法务上的需求，他投资的项目可以说是多如牛毛，随便给你一个你就够了。您的意思是说，我的当事人没钱也没名儿，我要是给他做代理的话，我也赚不到什么钱。就算是打赢了这场官司，那也只是一锤子买卖，因为他不会总打官司。那我还不如无论替他敷衍一下，让他输了这场官司，但是你们会赔偿给我，不会让我白输。我理解对吗？你录音了？对啊。回去转告你的朋友任小年，如果他不想输给我们，还会有更体面的解决办法：承认抄袭，公开道歉，并且下架所有已侵权的作品，向我的当事人赔付500万。你这是讹诈，就是法院判他也不可能判这么多的。法院见。哦，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哦，看看坏了没有啊？哎呦，还真是打不开了，我赔你个心。我心脏不太好，动手之前最好想清楚。谢谢，再见。干啥呢？看，我们这张合照多好看呀！我为什么不能发朋友圈啊？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朋友圈这种地方，等一下。你好，任总，罗宾，我们见过。当然见过。怎么，罗律师，你的航班也延误了？能单独跟您聊2句吗？可以，不收费吧？已经收过了。您是我们的客户，我们是您的法律顾问。好，请坐。去帮我拿点吃的。您想换律师，我们能理解，但是刘英美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选项。您可以查一下她过去2年输的官司。是谁告诉你我要换刘英美的？她要收买的那个人，以前在我那儿实习过，他叫麦飞，以前是我的实习生，但是后来被我。那你为什么把这个实习生？因为他不够优秀。任总，临阵换将，兵家大忌，尤其是在您的公司有并购计划的时候。你是怎么知道我有并购计划的？当然是分析出来的。所以这件事情必须要速战速决，而您需要最优秀的律师。
改一下行程。已经改好了。约一下麦飞，看他明天能不能。约过了。他说忙，我猜他是想让你亲自打电话约他。那就直接约他的当事人。我正要约，明天下午2点是你的幸运时间。为什么不能是上午呢？上午有一个会。可以推掉吗？封印主持，那就是可以推掉。如果你只满足于做一个一般合伙人的话，我知足常乐。可是我不满足于只做一个一般合伙人的秘书。好，那我加油，继续努力。肯定可以讨回公道的。我回头让朋友帮你写一个律师函，哦，然后你把你爸的工作单位啊、地址啊什么发给我，还有你爸的一些材料、个人信息什么的。行，没问题，我到时候给你列个单子呗，你准备好了给我就行。行。嗯，好，拜拜。你有搭人家什么事儿了？就是帮人家发个律师函。你能不能别老给我添麻烦呀？你还想帮我忙啊？律师函我写，你没发就行了。那是要负责任的。我不会跟你惹事儿的。还不会给我惹事儿？就门口那个，要不是因为你求我，你说他特别可怜，没钱打官司，那我才懒得理他呢。行了行了，美薇她心情不好，任小年找了好多水军，天天微博上骂她呢。哼，我就是没钱，我要是有钱，我也找好多水军上微博上骂他去。他就那么一人，你做什么他都觉得是应该的，不但得无偿免费，还得把所有事情做到他满意为止。哎，你赶紧跟他说一声，让他换一个律师吧。你让他换谁去啊？他没钱。再说了，哪个律师肯1分钱不收给他做代理啊？你们律师不都是要钱的吗？对啊，谁给钱替谁说话呗。对呀，我们的职业就是这样啊。正义是要有成本的，律师打官司是要收费的。行，别说。任小年的律师希望和我见个面。谁啊？刘英美啊？好像不是这个名字。那刚刚谁给你打电话？不知道啊。就一个女的问我是不是吴美薇，然后说任小年的律师希望和我见个面。那你怎么跟他讲的？我就按你说的说的。我说我和我律师商量一下。那他怎么说呀？啊，他说你有没有告诉我任小年的律师想要和我见面这个事情？我说没有啊。他就说你作为我的律师，至少应该告诉我。这个电话的确给我打过，我当时就给拒了。丽娜，1000%是丽娜，她在挑拨你和我之间的关系，在挑拨当事人对律师的信任。不是，谁是丽娜？罗宾的秘书，这事儿肯定是罗宾授意的。他们俩经常这么狼狈为奸。见，一定得见。他们什么时候把刘英梅给换了？烦什么呢？罗宾的名片，他给过我一张名片，找到了，在这儿。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呀？罗宾这个人啊，我太了解了。他要是主动求见，一般就是他知道自己不占理，打不赢。他这个人又自负又傲慢，但凡是有点胜算，他也不会浪费时间来见咱们。那咱们就更要见他了。为什么呀？骄兵必败。哎，对，骄兵必败。他要万一给你挖一坑，让你往坑里跳呢？他可擅长挖坑了。那为什么不是咱们挖一个坑，让他往里头跳呢？先生，麻烦你能帮我个忙吗？我老婆要生了，我们打不到车。没问题，谢谢。老马，辛苦你送他们去医院。你迟到了。例会已经结束了吗？已经结束5分钟了。那就是没有迟到。我也跟你说了，今天的会是老大亲自主持。那我现在去他办公室跟他说对不起。他办公室里
有人。我还以为你说有鬼。喂，老大，你到哪儿了？正在往你办公室走。要不我一会儿再来？不，我们在等你。鉴于早上你没有参加例会，我把会议上通过的决定跟你宣布一下。我都赞成。我还没说呢。在例会上，封主任提出要把公益的触角更多的延伸至群众中去，所以我提议我们成立一个公益的调解工作室，我们每个律师轮流在那儿值班，谁也不许例外。我很忙的，我连找女朋友的时间都没有。不，你刚才说了你什么都赞成啊？是的，我赞成。你去搞公益，我不反对。不，你也要值班。可以，你替我值班，我没意见。哎，是这样啊，你可以上猎聘找一个助理。啊不，老大，我有丽娜。丽娜只是你的秘书，她能给你起草律师函吗？能给你处理法律文件吗？都不能吧。关键是她能替你值班吗？我们说的是助理啊，真正的律师助理要懂法律的，以满足于你的客户随时需要的法律服务。我是律师，不是应招。我的客户都是非常懂得尊重我的工作的。你现在有任小年了，他是你的新客户，他经常半夜给我打电话。我不是你，他不会像对你那样对我的。你什么意思啊？你说他见人下菜碟儿，还是你在暗示我不值得人尊重？你说呢？你觉得你很聪明啊，但是你这副没有礼貌的样子特别让人讨厌。礼貌是聪明人想出来的，与蠢人保持距离的一种策略。刘炳，好的，我错了。何塞律师，我郑重地向你道歉，我再不跟你开任何玩笑，时刻对你保持礼貌有加。行了，你们俩是不是闲的？啊，当然不是，我很忙的，老大。我刚刚接了一个新客户，为了防止这个客户半夜给我打电话，所以我要尽快的结束这个案子。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他凭什么？你看，你又来了。我说句公道话，罗宾他从来没有强迫你做任何事情。我这不是强迫他，这是他应尽的义务，对吧？参与调解是律师的社会责任。何塞，是你提倡要成立这个公益调解工作室，并且让每一个律师都要轮流值班。好啊，我举双手赞成，我身体力行。但是，这个倡议是你提出来的，你既是倡议者，又是执行者。如果有人不配合，那怎么办？你就要解决呀，这是你的工作。咱这个不违法吧？针孔摄像头又不是管制刀具。咱不是说好了吗？如果他承认侵权的话，咱们就稳操胜券；如果他敢睁着眼说瞎话不认，直接给他发一快手。群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法官得尊重民意，对吧？好，你别紧张啊。我不紧张。哎，他一会儿来了，肯定先压我一头，目的就是想让你对我产生不信任。记住了，千万别上当。欢迎光临。哟，这么巧？哦，你在这儿上班？冤家路窄啊。冤家？我们什么时候结的冤？你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你们当时把我逼下的电梯。没想到你还这么记仇。你接下来是不是要说我小心眼儿？接下来我要请你给我来一杯咖啡。咱们得让他承认侵权。你这叫与虎谋皮，你别给他作为比对，他就心虚了。那就看谁玩得更好、更专业呗。好久不见，怎么样？挺好的。这应该是你接到的第一个案子吧？别紧张，我们只是聊聊。我不紧张。这是我的当事人吴美薇女士。吴小姐你好，我是罗宾。你好，你好。
麦飞以前在我那儿实习过，他应该跟你讲过很多在我那儿的趣事吧？罗律，我们今天在这儿不是叙旧的，是为了解决任小年的公司侵犯了吴女士的知识产权。小美，法院还没有判，你怎么就能说任小年公司侵犯了吴小姐的知识产权呢？我觉得吧，现在是他们比较被动，所以罗宾来了，咱们就直接跟他说，如果不承认侵权，其他不用谈了。他拔脚就走，是我没教好他，我的错。您教我的我都记得呢。您现在使这招叫先发制人，压人一头，就是想让我的当事人对我产生不信任。我不会上当的。我没有教过你这招，你肯定记错了。我的记性很好。那你一定应该记得我教过你，法律的功能不是挑起争端，而是制止争端；不是制造分歧，而是阻止分歧；不是混淆是非，而是以公允的态度、准确的措辞提供确切的事实。咱们上来先问问他对咱们这个比对的看法。哼，他一定会说英雄所见略同，大家想一块儿去了。我们的比对您看过吗？看过。您觉得相似吗？英雄所见略同。这就正好掉到咱们挖的坑里了。他怎么解释？他们给美薇发过邮件。不止发过邮件，还打过电话呢。到时候你当场戳穿他，你就跟他说，当时谁谁谁约我见过面，我还去面过试。那他就不能自圆其说了。那您的意思是说，大家想一块儿了？任小年的秘书给我打过电话，还约我去过面试，所以说不可能想到一块儿。我就怕到时候他睁眼说瞎话，他万一说你比对不像呢？那咱们就给他录下来，编成小视频发到快手上去，让大家评判一下。然后呢？如果公众都认为他是一个不诚实的人，那法官怎么可能会采信他说的话呢？吴小姐，善虑者不送。其实我今天来，你好，您的咖啡。谢谢。请问你们有什么要点的吗？不需要，谢谢。打扰了。您刚才想说，您今天来是？吴小姐，这是一份协议，任小年的人事时尚，希望能够邀请你成为他们的首席设计师。我们撤诉的前提是你们得承认侵权。我们没有侵权。那为什么要主动和解呢？是因为我们不想跟这么一位有才华的设计师为敌。那您怎么解释？人事时尚的产品和吴小姐的作品高度相似呢？而且刚才你也承认了，比对结果的确是高度重合的呀。黑猩猩和人类的基因组也是高度重合，相似度达到99%，但一定不会有人说黑猩猩跟你是同一物种。吴小姐，我强烈建议你再咨询一下其他律师的意见，看看我们给到你的是不是最好的。行。不好意思，我去趟洗手间啊。请便。对不起啊。我们认识。谁啊？那个咖啡小妹。她是我当事人的闺蜜，我们是朋友。哎，这不违法，这是合法的。当然。哎，我怎么觉得罗宾给人感觉挺好的，不像给老哥。你就是个花痴。这份协议你要是签了，你就掉进去。哪有这么严重？他还夸我才华出众呢。你要时刻牢记，他是个律师，是任小年的律师，他接受的是任小年的委托，他的职责就是维护任小年的利益，即使他明知道任小年可能存在种种不端。是这样的吗？
可我还是觉得他是真的欣赏我，聘请我当首席设计师。亲，那是人家职业素养高，好不好？人家把你卖了，你还替人数钱呢，亲。他哪把我卖了？按照这份合同，你是他们的首席设计师，也就是说，你所有的作品都属于人事时尚。没听懂是吧？也就是说，他们给了你一张空头支票，首席设计师换走你所有的作品。啊？哎，我看罗宾还挺亲切的，咣一下给我一个大馅饼，咣一下给你个大陷阱。他为什么呀？因为这是他的职业。他的职业是抢劫吗？我们修改了一下。这是你改的？你们改的什么呀？啊？我也不清楚。其他条款没问题，我们可以商量，但是这一条不合理，必须要删掉。那就不必谈了。你们起诉任小年，要求索赔500万，并且赔礼道歉。可是你提的条件也是让我们支付500万，并且赔礼道歉。那么还有什么和解的必要呢？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官司输了，结果也是一样。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我们打官司，法院支持我们，那我们就会拿到500万的赔偿金。但是如果和解，按照你们起草的和解协议，我们得到的仅仅是一个首席设计师的职位而已，年薪过100万的是税前，而且还要完成业绩才有可能拿得到。那也总比你们输了官司一无所获好吧？我们不怕打官司，反正我们又没有并购计划。让我们好好算一下，到底谁的损失比较大呢？一个好几十亿的并购计划，总不能被一个旷日持久的小官司给搅黄吧？嗯？他们聊什么呢？嘘。我来给你普及一下什么叫敲诈勒索罪。选择在公司并购或者融资时机提起恶意诉讼，用要挟的手段迫使公司交出财物，符合敲诈勒索的罪名特征。所以，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但是我们是正常诉讼啊，因为我们在提出诉讼的时候，并不知道你们有并购计划。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就刚刚。你别想套我的话，我告诉你，我会读心术，我从你的表情里面读出了你的内心。你通过我的表情读到我的内心，有并购2个字。那请你再重新读一读，看看我的内心里面是不是有双赢2个字。怎么双赢？我们同意500万，但是你们要撤诉，并且保证永远不以同一理由起诉。我们各退一步，互相谅解。同时，我再为你附送上一份工作的机会。我们不退，半步都不退。你是不是跟你的当事人商量一下？不用了，我们也不和解，法院见吧。请问你们谁说了算？我是律师，我说了算。这份协议在我们下班之前都有效。我们的下班时间是晚上6点半。我的案子以后你少掺和好不好？不是，现在什么情况？是谈崩了吗？你别给我呀，我也看不懂，我听你们的。我觉得算双赢吧。你通过我的表情读到我的内心，有并购2个字。那请你再重新读一读，看看我的内心里面是不是有双赢2个字。
怎么双赢？我们同意500万，但是你们要撤诉，并且保证永远不以同一理由起诉。我们各退一步，互相谅解。同时，我再为你附送上一份工作的机会。我们不退，半步都不退。你是不是跟你的当事人商量一下？不用了，我们也不和解，法院见吧。请问你们谁说了算？我是律师，我说了算。这份协议在我们下班之前都有效。我们的下班时间是晚上6点半。我的案子以后你少掺和好不好？不是，现在什么情况？是谈崩了吗？你别给我呀，我也看不懂，我听你们的。我觉得算双赢吧。他们本来是必败，为什么要跟他们双赢啊？因为打官司是一件性价比非常低的事儿。你为什么突然替他说话了？我没有替他说话，我真的是觉得说这个。我听到了，我听到了。你听到什么了？他要给你一份工作，他是不是让你去他律师事务所上班，对吧？他总能抓到人的软肋，因为他知道你想要什么。你的意思是我被他收买了是吗？我不是这种人。我没说你是那样的人，我说他是那样的人。那什么意思啊？我根本就没有告诉他我到底想要什么。我满脸写什么了？我是个非常非常好的律师，因为我是个法律天才。你们别吵了，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跟他对抗，就是想引起他对你的关注和兴趣，太明显了。因为我是，我就这么想的，我就是这么想的。Excuse me， 一杯卡布奇诺带走，谢谢。罗律师，正好，你能帮我解释一下吗？非常乐意。根据这份协议，你可以获得500万的投资款。这么多啊？当然是有条件的。首先你要保密，其次你要跟任先生成为一致行动人。什么叫一致行动？就是你不能告他了。他给你的500万，就是把应该赔给你的侵权费，当投资款付给了你。哎，好啊好啊，我不管什么侵权费还是投资款，签了就能给钱吧？但前提是，你要先撤诉。没问题。那我们什么时候签？达成协议我们先签，签完之后我闪送给你，最晚明天可以吗？可以。要不我们互相加一个？当然，我的荣幸。我的荣幸。那我先走了哈。再会。其实，一直以来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咖啡师。谁拦着你了呢？没人拦着。罗律师，再见。再见。我的意思是说，咖啡师并不是我唯一的人生志愿。你唯一的人生志愿也不只是做咖啡吧？你是想要炫耀你有很多人生选项，选都选不过来，是不是？我为什么总是觉得你对我的职业充满了敌意？我没有办法尊敬把我赶下电梯的人。不是赶下去，这不是我自愿让你们的。那好，我替我的同事跟你说一声道歉。当时你也在场，怎么没有见你，阻止他们呢？如果这也是我的错的话，我也可以跟你道歉，并且这很有可能成为我的人生耻辱。黛西，我姐刚接到法院的通知，她说下礼拜4开庭。好啊，真的太谢谢你了，我应该的。那帮人帮到底，你再帮我姐出个庭呗。这不行。我们给钱，上次你写状子那个钱，我现在就转给你。不是，芳芳姐，不是钱的事儿。只有律师才有资格出庭，像我这种闲杂人等，是没有资格在法庭上说话的。帮你们写个起诉状什么的还可以，但是这个真的不行。哦，这样啊。那没有律师，我们也可以赢吧？我们占理啊。我帮你做杯咖啡吧。罗宾又去干什么了？进来说吧。对不起，我要去工作了。什么事儿？10万火急把我叫回来。这是什么？
我在猎聘上帮你找的各大法律院校应届毕业生求职简历。我不需要。你需要？为什么？难道你想自己去值班，还是在何塞的管理下？他没资格领导我。他现在有了。律所成立了公益调解中心，何塞是负责人。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在今天早上你没有参加的例会上。他们居然在我不在的时候做了决定。你不是高级合伙人，也不是律所管理委员会成员。我会争取的，你记住，我走马上任那天，我一定会专门为你设立一个职位，首席编词师。非常期待。但是现在，你得先把这个表填了。这又是什么？公益律师值班表，每个律师每个月要值班1次，合伙人可以由助理代值。告诉他们，开除我好了，去猎苹果找个工作，正好我也想换一份工作。比如咖啡师。为什么是咖啡师啊？任小年是何塞的客户，他把何塞给辞了，你接了。你是说我不该接？我是说你这样的话，何塞会觉得你在针对他，所以他弄了一个值班表来针对我。你们这是冤冤相报。不，我叫以德报怨，他叫恩将仇报。我是不是应该换个时间再来？是的。我不喜欢开玩笑。我没有和你开玩笑。律所成立了公益中心，由我来负责。恭喜你，好好干。我需要你配合我的工作。我为什么要配合你找我自己的麻烦？这是公益事业。公益？我看你是公报私仇。你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你少说了一个伪字，伪君子的伪，夺伪君子之腹。我不是伪君子，我是来跟你讲道理的。我不是什么客户都伺候的。任小年就是我让给你的。谢谢，非常感谢。可以走了吗？我没说完呢。那你还要说多久？我才刚刚开始热身。OK， 那让我来告诉你，我作为资深律师，1小时的收费标准在6000到10万之间。根据案件性质、复杂程度、工作所需、耗费时间等因素，外地民事、经济、行政案件不涉及财产的，咨询费不低于5万元，请你先去交费。我作为一名资深的法律顾问，我的律师意见也是很贵的。我没有向你要意见，妮娜，带何律师出去先交个费，可以给他优惠98折。我不是来跟你咨询的，我是来告诉你，你犯了一个错误。我从来不犯错误。如果我是你，我最珍贵的财产，是我能紧紧抓住的东西。第一，你不是我；第二，有些不属于你的东西要学会放手；第三，紧握拳头是没有办法去抓住新东西的。我不是在跟你说握拳或者是松手，我在跟你说 ，If I were you, my prized possession would be the ones I hold so close。如果我是你，我最珍贵的财产是我能紧紧抓住的东西，是我最珍贵的财产，不是你最珍贵的财产。My prized possession 是我，不是你。你昨天说错了，你把我说成了你。我没说错，就是你。有些事情你应该紧紧地抓住。而不像我手里的东西太多了，可以放弃掉一些。所以说，如果你需要客户，随时告诉我，我可以让给你。我在跟你说这个歌词儿，你昨天说错了。这首歌是 Celine Dion 演唱，由 S. Bacon 和 A. Roman 一起填的词。If I were you， 如果我是你。行了行了，你们两个有完没完？能不能成熟一点？不就是一个破歌词儿吗？这都争了几天了，非要争出个对错输赢，这又不是法庭。你听见了，他在胡搅蛮缠。不，你混淆了胡搅蛮缠和据理力争。我没有混淆。混淆了又怎样？这不就是你们律师的基本功吗？你们不就是靠这个赚钱吗？你说的是罗宾，不是我。看到没有，何律师完美地展现了什么叫胡搅蛮缠。要么交费，要么从我这儿出去。其实何塞是个好人。我和他是大学同学。你们俩大学就这么不对付啊？我告诉你，我和他是大学同学的意思是指，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你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好人。
何律师，干嘛？没有，我复印文件。没事叫我。帅哥，我能请你吃宵夜吗？人家都在这儿等你好久了。那我要是不坐地铁呢？你要是不想让我找到你，你就把你这定位给关了。我现在知道什么叫当事人了。当事人，就是当他遇到事儿的时候他是人，等他没事儿以后他就不是人。嗯。喂，艾伦，我现在在外面呢。哦，我知道，我就是想问一下您，您让我准备的那些证据和材料我都准备齐了，但是复印件就行，还是一定要原件啊？复印件就行，你明天送到店里吧。好，拜拜。别找我，我可不管了。行，我帮他找法律援助。帮他找干嘛？你让他自己找不就完了？他又不知道去哪儿找。上网，网上好多骗子都打着法律援助的旗号，压根儿就是法盲。哎，咱能不能吃一堑长一智啊？你跟艾伦什么关系？他不就去你店里取过几次餐吗？你为什么要相信他？他万一胡说八道怎么办？就跟那吴美薇一样。行，啊，你别生气了。以后不管是谁，我都不找你，不给你添麻烦。你给你自己添麻烦也不行，咱以后都不多管这些事儿。我又没多管闲事，还没管？那吴美薇那事儿不就是你让我管的吗？是我让你管的，但是现在不也是皆大欢喜吗？嗯。皆大欢喜，你管这叫皆大欢喜啊？你们连商量都没跟我商量就全面投降，这是我接的第一个案子，我想打败罗宾，我想看到他被客户痛骂的样子。我最讨厌的就是他们总是拿钱办事儿，他们做的应该是道歉，而不是随便给点钱，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行，你也要替美薇好好想一想啊。我跟他合租，他的房租经常都是我垫的，对他来说，他宁肯早点拿钱和解。一个官司打个1年半载的，就是赢了又怎么样？不也是赔钱吗？可能赔的还没有和解拿的钱多呢。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呀？啊，我没你想的周到，我是没你想的周到，我不如你聪明。我这是在帮你复盘啊。不用，不用。你要想复盘的话，你还是帮自己复下吧。你好好想想，你是怎么把一手好牌给打烂的？你是怎么成功的沦落成为一名社会青年？你没法从事任何需要有文凭的工作，你甚至连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都没有。戴鑫，我知道时光不会为我停留，茫茫人海中也没人会回头，我一个人加油，一个人终究自己的我再为你附送上一份工作的机会。哎，
我什么时候可以上班？啊？你哪位？我是黛西。黛西？哦，随时。好。全国首批无废城市建设试点，生活垃圾分类已经提前实现全覆盖。国家文物局编制授权操作指南，鼓励社会力量开发文创。都准备好了，左立好。陆老师，早上好。干什么呀你？我按摩呢。你要是也想按摩啊，你可以跟我借，或者我买一个送给你也可以。你跟白金红说我什么了？他现在还不是你的客户。我问的是你跟白金红说我什么了？我们俩就随便聊聊。不是我呢，我去参加一个活动，恰巧我们俩坐在了一起，就聊了2句。他问我说：“你为什么到现在还单身？”啊，说你这么帅，还这么能干。我就跟他说：“我说因为啊，喜欢你的女人太多了。”这不是造谣吧？你说我可以，为什么要说丽娜？他问我都有哪些女人喜欢你啊？我一时呢，我想不起来别人的名字。你就是故意的。哎，我就是故意的了，又怎么了？你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你以为败坏了我的名声，对方就会跟你签了吗？哎，只要他不跟你签，我就开心极了。至于跟不跟我签，我无所谓的。我不像你，做什么事情都要对自己有利。我警告你，如果你再敢信口雌黄，我保证会把你的脑袋就像这个核桃一样。陆老师，老大在你办公室呢。老大，你和何塞不对付，你们在相互拆台。老大，这事儿必须说清楚。任小年的事情是我给他补台，百金红那儿是他给我拆台。补台的结果，我们不但留下了任小年，而且通过他，我们得到了很多重要的客户。拆台的结果就是你们俩谁都没有签下百金红，对不对？那这是何塞的责任，你应该去找他谈。我先和你谈，你和何塞必须搞好关系，我不能让人认为我们律所里两虎相争。他不是虎，所以不能叫两虎相争，那叫什么？鹬蚌相争。他是蚌，你也得不了多少便宜。我没想得谁的便宜，谁的便宜我也不想占。请问您找谁？啊，我找罗宾。哦，您约好了吗？没有。不好意思，罗律师需要预约。我是来上班的。您还是给他打个电话吧。好。这个事情我会尽力配合，但是值班那个事儿，找个助理吧。我没让你值班，找个助理啊。我这个人不喜欢指使别人。你的意思是说，我喜欢指使你？您是我领导。好，接电话吧。哦，对了，你和何塞。喂，罗律师，我是黛西，我到你律所前台了。好，你等一下，我马上过来。小美，律所的福利你还没领呢，西班牙的皇室用的。哇，谢谢。
嗨，你这样就来了？怎么了？你看过《侠胆雄狮》吗？没有，怎么了？来吧。对不起啊。这女孩是谁？我怎么知道？罗宾不是所有的日程都由你来安排吗？是我安排的。我看她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你有脸盲症，你看谁都眼熟。我能识别出你跟她是两个人，真不容易。没有什么学历，硕士学历还是博士学历？本科。本科都没有。那你是自学成才吗？我上过法学院，只不过是在最后1年实习的时候出了一些事情。什么事情？我不想说。你应该知道，我们律所最低要求都是硕士学历以上。可是您昨天说要提供给我一份工作，并没有告诉我说要硕士以上啊。我现在说也不晚。唉，吴美薇的合约还没有最后签字吧？你威胁我？温馨提示。那你能做什么？所有律师助理能做的事情，我都可以做。会写律师函吗？会。这是你写的？嗯。您能不能以我的名义发出？对，还得盖上律所的章。这边是所有的材料，还有相关的资料，确实可以证明是上班的途中遇到的交通事故，符合工伤认定。这是你送我的见面礼。希望您可以喜欢。好，我让丽娜给你找一个位子，你进来一下。关于你没有学历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讲。那如果有人问呢？你就说我不告诉你。黛西，我的助理；丽娜，我的秘书。所有助理都归何塞管。不，除了我的。那你需要去。我会跟封印说的。跟我来吧。还有，换个发型。走吧。这边有2个空位子，你选一个吧。谢谢。丽娜姐，你先坐。范小天儿，你个白痴啊，废物！我看看，这是什么？啊，错别字儿，给我重新校对一遍啊！一个字儿，一个标点符号的校对。现在开始，你们所有人啊，都听好了。如果想在全景待下去的话，那就都得给我认真啊，尽全力。我们这不养废物，开始工作。你谁呀？我是黛西。你什么时候来的？今天。谁招的你？我怎么不知道啊？填没填表？谁给你填的表？我没面试过你，但是我在哪儿见过你？黛西，罗宾刚招的助理，今天刚到实习，按公司规定，实习期满才需要办入职手续。我是何塞，所有的实习生助理都归我管
罗宾的也不例外。我想起来了，你是那个送外卖的。他不是，你看错人了。可这个头发，罗宾已经跟他说让他换发型了。不是，我是说，你是说罗宾找了一个送外卖的给他当助理？那不能够呢，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对不起啊，喂，茱莉亚。好的，好的，好的啊，好。你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谢谢你啊。何塞经常认错人，你不要放在心上。该走了。对，谢谢。那个孩子是怎么回事啊？你们都说我应该找个助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从哪儿找来的？垃圾箱捡的。别跟我开玩笑，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我见过他，他之前来送过外卖。她有一个孪生姐妹，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你就打算这么跟何塞解释？我为什么要跟她解释？何塞也见过他。她没见过。见过，我在场。那就请你告诉她，她认错人了。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谢谢。还要感谢你助理的完美配合。她怎么配合的？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啊。特别好。特别好是什么意思啊？你们俩初次见面就可以配合得如此完美。何塞可没那么好糊弄。你没问题，你对付他绰绰有余。那你的助理呢？他更没问题，8个何塞都不是他的对手。你到底为什么招他？你这不是等于给自己埋雷吗？我不太喜欢没有难度的生活。那是不是以后我的工作里面还要加一项排雷的任务啊？你这是在委婉地提出加薪的要求吗？罗律师，我不能给你开车了。为什么？那天我去接你，后来送孕妇去医院，结果闯了一路的红灯，全给拍了，扣了12分。我现在没驾照了。你不要着急，我现在去开庭，等我回来，你的驾照我给你要回来。好，开庭是大事，我这不急。可是谁送您啊？我自己开吧。那您辛苦了。黛西，这是马师傅。哎，待会儿你帮他起草一份行政复议申请书，等罗宾回来你给他。好。马师傅，哎，我刚从法院出来，你在哪儿？已经解决了，您助理帮我解决的，都刷屏了，交警也跟我解释过了。他们调查过，我确实是送孕妇上医院，我现在也出名了。今天晚上的文章引发热议。文章是律所的一位实习律师写的，讨论的是司机在临产孕妇闯红灯该不该罚。我们现在就在全景律所向您报道。今天是您第一天上班？对。啊不，准确的说呀，他还没有办理正式的入职手续，所以还不能算是第一天上班。律师说话真是严谨。我们呢是经过长期的专业的训练的，平时啊，我就经常跟我们全景律师事务所的年轻律师们讲，一定要热心公益，要用我们学习到的法律知识去帮助社会，服务社会，回馈社会。明星律师回来了！哇塞，换发型了，还挺漂亮的。你们俩，我收拾东西啊。你这发型挺好看的，跟以前那比吧，脸儿小。哎，我听说你到全景上班去了，是吧？嗯，恭喜啊！谢谢。哦，对了，那个，这是给你的啊。这是什么呀？艾伦父亲的律师函，我写好了。谢谢。谢什么谢？这不是应该的吗？哎，对不起啊。还有什么事吗？我错了，我今天复盘了一整天。我当时吧是特别生气，
但是我觉得，你好赖跟我商量一下啊。结果你们俩在那边啊讨论特别火热，那把我丢一边，我能不生气吗？啊！赶紧走吧你！哎，那你原谅我了吗？啊？那我吃了药，是不是就算好？没有。哎呦，不行，我现在有点头疼，我看会儿。哎，不行，别晃，别晃，哎，别晃，头疼着。走开！你好好跟我走开！看一会儿。走开！任总，罗律师，您看一下，坐吧。这就完事儿了吗？我就是想要个结果，结果你们那个何塞律师一直跟我掰扯法律条文，掰扯我头都大了。他有他的问题。来，进来，我介绍一下啊，罗宾律师，我的法律顾问，这是我儿子任乔。哦，哎，罗律师你好。你好。那你们先聊，我待会儿再过来。不用，都不是外人，什么事儿说吧。就是这个新品的宣传广告，您看一下。没有更好，只有最好。不能用“最”字。为什么？如果使用最高级的话，可能会带来诉讼风险。我看过一个类似的案例，被判赔了50万。50万？嗯。成本不是很高，我们付得起。可如果加上诉讼成本、律师成本、时间成本，包括公司的声誉以及未来不确定的风险，可就远远不止50万了。那如果我想让人知道我是最好的、最强的，我该怎么做？反正就是不能使用最高级。什么叫反正就是不能使用最高级？姑娘，我付给你们钱是让你们来做我的法律顾问，你不能光告诉我什么东西是不可以的，你还得告诉我什么东西是可以的。任总，可以换一下顺序。换顺序？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不用最高级，用比较级，去吧。行，你在哪儿读的法律？你怎么进的这个律师事务所？你念过书吗？任总，还是要相信我们律所。您能别让我跟任小年打交道可以吗？我干别的事儿都行，比如说你让我去写诉讼文书啊，去法院立案啊，查资料，彻夜加班也行。理由呢？他根本就不尊重法律。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尊重。什么方式啊？酬金啊，他是我们最慷慨的客户，也是最粗鲁、最没礼貌的客户。那说明你做的还不够好。如果你让他满意了，他就会给你很多酬金，以表达他对你的尊重。可如果你让他没满意，他就觉得没必要对你表示尊重。不是，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可以忍受这种混蛋呢？我雇你当我的助理，不是来让你问我这种愚蠢的问题。哎，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您能和任小年惺惺相惜了。你用错成语了，我跟他谈不上惺惺相惜。那您这是什么呀？叫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谢谢您抽时间过来。张克先生，
我是受你老板郑凯旋先生的委托。啊，他是我前老板，已经和我没关系了。还是有关系的，你们俩有竞业协议。我已经付过违约金。黛西，你给张先生普及一下。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后，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按照约定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那你就不能创业了？2年以后还是可以的。2年？那你们聊吧，我还有事情，先走了。你可真会挑时间。他本来已经决定投我了。如果他投了你，再发现你有竞业协议，你惹的麻烦会更大。您把自己说成救世主了，过奖了。郑老板欢迎你随时回去上班。那就是让我去死。知道他是怎么对我的吗？不管我想干什么，他都不同意，他根本看不上我。我在他公司2年，我都快得抑郁症了。不好意思，张先生，我后面还有事儿。如果你希望跟你的老板重修旧好，捐弃前嫌，随时找我。我觉得咱们这样做对他不公平。人家当时在你那儿，你也没好好重视人家哦。现在人家自己出来创业，有了热度关注度了，你就拿出了竞业协议。需要我提醒你，这份律师函是你起草的吗？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在郑凯旋那儿受的委屈，那只是他的一面之词。您没有看到他的眼神啊？啊，特别绝望，绝对不是装的。有一句话叫“置于死地而后生”。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把人往死里逼呢？我给他路了呀，让他回来上班。那是绝路，绝处逢生。你能不能设身处地的替他想一想啊？他怎么能回去啊？他原本可以自己干出一番事业的，现在却要让他回到那个让他受尽冷落的前老板那儿，这不是胯下之辱吗？大丈夫能屈能伸，他可以向韩信学习。我觉得咱们这么做不对，不公平。你的工作不是来提醒我，记住，我们是律师，郑凯旋的律师。那也不能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吧？那你的意思是拿人钱财给人添堵？你们可真够敬业的，拿刀捅了人，还得回来看看这刀捅得有多重。我是想，郑凯旋给了你们多少钱？你干这么缺德的事儿？跟你直说吧，他就是想让我回去，在他手底下服服帖帖的对他点头哈腰、言听计从，我不会接受。你告诉郑凯旋，我死都不会。其实你不用死。你有亲戚吗？我的意思是，竞业协议其实只是对您本人有效，但是对您的太太、您的父母、您的兄弟都是无效的。我可以让我太太去创业，我给她当司机，让她去见投资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这么做是对的。对在哪里？你这是在出卖我们的客户。张科他当年签这份竞业协议的时候，本以为自己会受到重视，大展宏图，但是没有想到，如果这个理由成立，所有签过竞业协议的人，如果不想遵守，都可以说自己受了委屈，都可以就此要求免除竞业限制。那这个协议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但是如果我们稍微有点同情心的话，你真的以为你很聪明吗？我警告你，你的所谓同情心，严重损害了我们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因为你的这个自作聪明，接下来我将不得不采取更加严厉的法律手段，把张科告到倾家荡产。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这么做是对的。对在哪里？你这是在出卖我们的客户。张科他当年签这份竞业协议的时候，本以为自己会受到重视，大展宏图，但是没有想到，如果这个理由成立，所有签过竞业协议的人，如果不想遵守，都可以说自己受了委屈，都可以就此要求免除竞业限制。那这个协议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但是如果我们稍微有点同情心的话，你真的以为你很聪明吗？我警告你，你的所谓同情心，严重损害了我们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因为你的这个自作聪明，接下来我将不得不采取更加严厉的法律手段，把张科告到倾家荡产。所以，你现在有2个选项：一，把事情去摆平解决；二，马上走人。哎，我们缺一法律顾问，你要是愿意，我不是来找工作的，我是过来给您介绍投资人的。好啊。郑凯旋，在开玩笑，我很认真，我就当是个玩笑。您要不要先看一下我帮您起草的协议？你白起草了。最近我恰巧看过一个采访，是郑凯旋先生的，他说他有一段时间非常的膨胀。有一次，一个他最好的兄弟跟他说有别的人要投，他就特别的生气，他觉得这是一种背叛，于是就对那个好兄弟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可是他现在非常的后悔，他真的希望这个好兄弟可以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可以改正这些错误。那这话他为什么不当面跟我说？钢铁直男嘛。这是他的道歉方式，他给您开的条件优于所有的投资人。其实，我也应该跟您道个歉。虽然说以您太太的名义注册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规避竞业条款，但是还是会有诉讼风险。如果郑凯旋他真的想要找您麻烦，发起诉讼的话，那您的公司啊，不是您太太的公司就会官司缠身呢。实在抱歉啊，张科先生，我不应该给您出这种馊主意的。你让丽娜给郑凯旋打个电话，就说协议书已经签好了。好。还有什么事儿吗？律师函、法律意见书、起诉状、答辩状、调解书。你最近多花点时间研究一下反不正当竞争法。柏静红被告是因为侵犯商业秘密，但他好像还不是咱们的客户吧？他很快就会是的。我觉得他那个泄密案更加适用于工商局的若干规定。不是所有的机密都是商业机密。那你马上把所有的跟泄露商业机密有关的法律规定全都找来。已经发您了。还不下班啊？我为什么还是觉得他
有点像那天那个送外卖的。你从哪儿看出来人家像送外卖的了？你要再这么背后议论罗宾，我没有背后议论他。那你说人找一助理是送外卖的？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别人说你随随便便找了一个没上过学、没读过书的女孩送外卖的来当你助理，你会怎么样？那我一定跟他翻脸。我是有职业荣誉感的，任何进入我们律所的人啊，无论是男女老幼，必须是毕业于名校。那你说人家罗宾找一送外卖当助理，你什么居心啊？我就是说，他有点像。你有脸盲症。是，我经常认错人。我有脸盲症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什么意思都没有，你千万不要误会啊！我没有误会你，为了你好。我以后再也不乱说了。快去吧，赶紧下班，赶紧休息。我有脸盲症。顾姐在你办公室等你，说什么事儿了？跟白金红有关。您找我？有事儿，白金红还记得吗？白金红，当然记得。他昨天晚上非常激动，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帮他找一个有关知识产权方面最好的律师。你应该跟他说，就是最好的保姆也不能随叫随到。特殊情况急产。您的事儿都是急产。他现在是被告，原告有可能深思熟虑，被告完全是祸从天降。他是廖佳敏的客户，早就不是了，换了好几茬了。喂，白总。对，我现在就在罗宾律师的办公室，他已经答应了。是的。好，那一会儿见。白金红马上到。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算我求你了，白金红是我最好的朋友。应该说，你一直想把他发展成你最好的客户吧？我们两个可以一起。不，你应该知道，我接任何客户的前提条件是，不跟任何律师合作。我不会干涉你的任何。这是我的原则。白金红可是我的朋友，是我把他介绍给你的。你可以不介绍给我，现在也还来得及。是这样的，白金红是一个难缠多疑的人，我担心他会让我跟你一起代理，因为毕竟我们两个认识的时间比较长，信任度可能更高一些。既然如此，他早就应该是你的客户。是我觉得熟人之间最好不要有利益关系。那您的意思是现在跟他不是熟人了？我冒昧的问一句，您问，你为什么从来不跟其他律师一起合作呢？是怕被别人抢功吗？是怕被别人甩锅。甩锅？你可从来没有输过。那是因为我知道，如果说我输了，我不能推给任何人。我以前是那边的产品设计主管，后来白总挖我过来做总设计师。你的意思是说，你从耀斌公司辞职，导致他们对你怀恨在心，故意起诉你泄露公司机密，把白总也牵扯进来，负连带责任。他们给我打电话，说只要我让麦琪走人就没事了。他们太不了解我了，我白金红可不是被吓大的。你给我发一张传票，我就应该按照你的旨意，把我的总设计师开掉。那传出去是笑话了，以后谁还敢跟我干啊？现在先不要激化矛盾。他们是怎么发现你泄密的，抓住了你的把柄？就是有一天，我跟以前的同事在网上聊天，他把他们的设计图发给我，让我提点意见。结果他们主管看到，就当场报警了。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套，他们的员工给我设计师发图，他们应该去告自己的员工，凭什么告我们？他们有权利选择起诉谁或者不起诉谁。我建议啊，我们的重点不要放在谁陷害了谁，不要放在两家公司的诉愿上面。说得对，我们现在也搞不清楚，也没有什么证据。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先把自己摘出来。
我们就说是对方设计师主动把设计图发给我们看，要泄密也是对方设计师泄密。不，如果承认对方的设计师泄密，那么白总这边肯定也脱不了干系。对呀，这就等于承认我们的产品用了对方泄密的图纸，那人家是可以要求我们停止侵权、下架产品。所以，我们必须要否认，那些设计图纸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商业机密。对，没错。如果那张设计图不是商业机密，那就不存在泄密一说了。那你怎么解释为什么一家设计公司的设计师会在聊天软件当中主动给另外一家设计公司的设计师发图看呢？很好解释，就是两家公司设计师之间分享灵感、交流经验。那怎么证明这些设计图不是商业机密呢？那些设计图纸都是向供应商购买的，只要没有证据表明供应商是单独为哪家公司设计的，就不应该被认定为不为公众所知悉的商业机密。我给你们推荐的人靠谱吧？太靠谱了，咱们这就签吧。我们这是属于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喂，你好。我没给他订外卖啊。也许是他自己订的吧。好，我知道了，谢谢。我要去见客户啊，他们要找最好的法律顾问，终于找到了我。他们是在网上搜的吧？不，有人给他们推荐了10个律师，他们经过了反复的斟酌，最终认为我是最佳人选。那肯定是你的朋友给他们推荐的。我师妹朱莉，她跟他们老板推荐的。他为了确保你被选中，还推荐了其他9个废材。能不能在一起玩耍了？这是我的外卖。我不是来送外卖。你不是说外面有我的外卖吗？你不是要找罗宾律师吗？罗宾律师，我是艾伦，特别感谢您替我父亲讨还公道。你不认识罗宾律师啊？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替我父亲写了律师函，我们做了仲裁，确定是工伤，太感谢了，您真的是个好人。不，那个我不是。您就是个好人，我给很多人送过外卖，就是那天我都给您送迟到了，您不仅没取消订单，也没给我差评，真的特别感谢您。对，这个是我妈妈亲手做的，就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有。您那个尝尝卤猪蹄儿，谢谢你妈妈哈。但是呢，这我不是罗宾啊，我不是罗宾律师，我们是同事。非常好的同事，我们律所呢成立了一个公益中心，由我来负责。你放心，我呢会把罗宾热心公益帮助你父亲的事迹写到我的工作报告里去。这样以后呢，你有什么事情啊，你呢可以来找我，你叫我何塞律师就好啊。谢谢您。这个，丽娜，这位是罗宾律师的秘书啊，请他转交一下。那拜托您了，这个请您一定要交给罗宾律师手上。你放心吧，谢谢。我们的一点心意。谢谢您啊，何塞叔叔。赵总，这就是何塞律师。何律师，幸会，照耀。幸会啊，全景律所的何塞啊。坐。赵斌是您弟弟？对，赵斌我弟弟，所有公司叫耀斌。怎么，你认识我弟弟啊？他以前输过一起官司，他是被告，我是原告律师，我赢了他的律师。那您的父亲是何家一？
哦，所以你从来没有输过一起官司啊？不，我赢的所有的官司跟我父亲没有任何关系。其实呢，我父亲他是反对我做律师这个职业的。我也没跟我父亲说过任何我的客户。如果你们找我呢？哎呦我去！不，是因为啊，我怀孕了，我这是怕开庭的日期跟预产期撞上，所以我就把你啊介绍给了赵总。对，朱莉向我推荐您的时候，并没有说你的父亲是谁，他只是跟我说，您是他师哥，是一个著名的律师，而且从来没有过败绩。不，也不能说从来没有败绩，但是很少有律师能赢得了我。公司辞退马小居的依据在于，公司认定网上晒的这份工资单是马小居的，而且是马小居自己晒出来的。但是网上传的这个工资单局部截图当中，并没有员工的姓名或者公司，所以我们可以抗辩，仅凭公司内部调查就认为是员工泄露的，并不合理。公司认为他们在聘用合同中已经强调，工资属于高度机密，员工之间也不得交流工资信息，而且马小居也已经跟公司签了这份保密协议。您说的对。目前法律规定中并无对工资薪酬不能做出保密约定的条款。实践中，在保密约定并未违反同工同酬的情况下，也存在认可薪酬保密约定的案例。但公司无法证明那是马小居自己上传的工资单。好，那你去起草代理词。已经起草好了。这是什么？这个是你做公益的报酬。这是 Alan 送的，他妈妈的手艺。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吃过。来吧，大家一起。确实不错，你慢点吃，说明您做的东西焦啊。喂，给我订个外卖。你想吃什么？猪蹄儿，卤猪蹄儿。爹，买早餐去，咱俩一起去。我不买，那我也不买。你刚才说你要买，我说的是咱俩一起去买早餐，你买我就买，你不买我就不买。你这是唱的哪出呢？冯印跟我说了，说你很多事情啊，其实不是针对我，啊，你呢是一个有点孤傲的人。我还一直以为我相当平易近人呢。哎，昨天啊，我见了咱们的师妹朱莉，你还记得她吗？她是要给你介绍一个案子吗？对。她怀孕了？你怎么知道？否则她为什么不自己做，要介绍给你呢？她做了一半了，已经起诉了。我还奇怪呢，我说她为什么找我没找你呢？你们之间有什么过节吗？是耀斌的案子吧？他找过你，你不能接，为什么？利益冲突。跟谁利益冲突？柏敬红。你跟柏敬红签了吗？没有，但是今天会签。我也是今天要签。我的决定是柏敬红。看见了，他肯定以为我是在袒护你。当然是柏敬红，柏敬红胜算更大，我们签的风险代理获益更多。
抛开输赢不说，耀斌这个案子，我们还要跟朱莉分。他之前毕竟做了一部分工作。何塞可不这么认为。如果他非要代理耀斌，那他只能换一家律所。这是我最不愿看到的。那您说怎么办？从你那儿挑一个客户给他。任小年。哎，刘总，你稍等啊，我马上就到。从我的客户里挑一个给何塞。任小年。老大不同意。其实何塞需要的是弯腰唱征服。那您是不会弯腰啊，还是不会唱征服啊？都会，就是不能一起。白金红约的几点？11点，不过他喜欢迟到。任小年介绍了一个客户，刘前进花520万买辆劳斯莱斯，结果是辆2手车。他去法院告，一审居然输了，他们的律师不行。把他介绍给何塞，这属于消费欺诈，何塞擅长。什么呀？一个礼物。送我礼物干什么？求你接一个案子。罗宾让你求我呀？你接还是不接？他干嘛不自己接呀？你觉得呢？他觉得对不起我，还是因为案子太棘手，客户太难缠呀？何塞，这里面啊可是设计师茶具，我可拿走了啊。哎，你留着吧。我可是因为你啊，不是因为他。嗯。我把廖佳敏介绍给了耀斌，你别恨我。我为什么要恨你？好，那我们就冰释前嫌啊。我呢，接受你的道歉。我的道歉？我对你做错了什么？斌，你知道你做错了什么？我不知道。你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你让丽娜送给我礼物。什么礼物？茶具。丽娜说是我送的。我懂了。是丽娜觉得你错了，所以她在替你打搅了。不，你没懂。丽娜送你礼物，是她希望我们两个人能缓和关系。那到底我们俩是谁的错，造成了我们之间的关系紧张？廉颇和蔺相如关系紧张，那你说是廉颇的错还是蔺相如的错？你是说我是廉颇，我应该对你负荆请罪 ？No， 是和氏璧的错。如果没有和氏璧，蔺相如到哪里去干一票换璧归赵呢？
我必须把话说清楚啊！咱们俩在任小年的事情上有分歧，但是任小年他可算不上块和氏璧。他充其量算是一只煮熟了的鸭子。你以为客户争取最大利益为荣啊？我和你不一样，你以此为耻。对，我以代理像任小年这样的客户为耻，深以为耻。我学习法律，不是为了给他这样的人争取利益的。我到今天才明白我为什么会学法律，因为所有学法律的人如果都像你这样，任小年根本就请不到律师，这不公平。不用客气。开展中央储备肉投放工作，共向市场投放中央储备猪肉1万吨，增加猪肉市场供给。在角逐一场没有终点的梦，又能怎样？硝烟从未散场，又怎样？纵然百孔千疮。廖主任，你是越长越帅了。你越来越年轻了。听说你和何塞一直在明争暗斗。麦飞说的吧？他在你们那儿实习的时候，夹在你和何塞之间，两头为难啊。可在您那儿，他可是大红人啊。被告麦琪在离职以后，通过原同事李云波陆续获取耀斌公司的设计图纸，这些设计图纸均是耀斌公司用于生产的设计图。设计图纸上的产品大小、颜色、图案，都是耀斌公司的商业秘密。技术秘密是为了解决某项技术问题，经由智力劳动获得的设计、程序、工艺方法等。此外，速征信息要构成商业秘密，不仅应处于一般的保密状态，而且获得该项信息需要有一定的难度。从 4S 店提供的电脑检测记录来看，该车的大部分设施显示已经行驶的公里数为5515公里，而部分设施显示的行驶里程为1767公里。被告麦琪利用与原同事李云波的亲密关系，窃取耀斌公司严格保密的设计图纸。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是两个曾经共事的设计师之间的正常交流。汽车销售公司将一辆二手劳斯莱斯篡改里程表之后，当作新车销售给顾客。涉案设计图所示的颜色、图案大小，也不属于应受法律保护的技术秘密信息，属于销售欺诈。其任职的晋宏集团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全体起立。现在宣判，涉案图片的大小尺寸属于直接观察可得的内容，图片大小尺寸本身不蕴含任何技术手段，不能够解决任何技术问题，不属于技术秘密的保护课题。综上，法院驳回耀斌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由于证据问题，驳回了刘前进先生的诉讼请求。案件现在上诉到中级人民法院。我是刘先生的2审律师，我们在 4S 店发现了证据。你现在马上给任小年他们公司做一个完整的裁员预案流程。裁员？
才多少？裁员名单我会发到你邮箱。公司希望他们自动离职，你负责让他们签字。他们公司没有 HR 吗 HR 也在裁员之列。那如果他们不愿意自动离职呢？你要告诉他们可能的后果，比如说呢？开除。为什么？你负责找到合理合法的开除理由。是任小年的公司出什么问题了吗？是并购。去做吧，一定要想周全，包括法律方面的流程、企业内部沟通和手续办理的流程，都要合法合规，避免引起法律纠纷。这件事情，如果你不肯做，我也不肯做，任小年他们公司依然会裁员，而且很有可能因为他们的不够专业，造成灾难性后果。除了裁员名单，我还需要他们公司所有员工的名单，以及业绩、薪酬还有家庭情况。也一并发给你了。请进。你好。我们是公司请来的法律顾问。能不能不裁我？我在这家公司做了24年，我是这儿的高管。我这24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能不能不裁我？你要不要先看一看公司给你的补偿金？这份解除劳动关系的合同，如果你同意就签字，不同意的话，我们可以负责给你解释。人挪活，树挪死，长痛不如短痛。怎么样？全签完了，效率很高啊。晚上一块吃个饭吧。啊，不了，全在这儿了。好，谢谢你们，辛苦了。应该的。我还有件事情想咨询你们一下。您说。坐。如果企业员工得了重病，我说的是那种需要长期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比如说癌症。
黛西，你来给任总讲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根据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规定，职工患病或非因公负伤治疗期间，在规定的医疗期限内，由企业按有关规定支付其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可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但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真的吗？黛西非常专业。太好了。你们还得帮我再裁掉一个人。您是说现在吗？最好是现在。现在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了。我付给你们加班费。我是说您要裁的人已经下班了。他在医院得了癌症。吴军，你怎么知道？他知道你们公司的每一个在裁员工，姓名、年龄、性别、工龄，以及他们家的家境、性格，还有补偿条款，甚至是被裁的时候可能出现的反应。功课做得不错。吴军是您的高中同学吧？对。您公司成立的时候他就在，2年前他身为公司大客户经理，在就职仪式上他公开表示，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为公司服务到功成身退，但是他后来得了癌，可是现在经过治疗，情况已经基本稳定了呀。对，所以他提出想重返工作岗位，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再适合高管这个位置了。他儿子年龄还小，而且他夫人又没有工作，他看病花了好多的钱。每个人不都应该面对自己的人生难题吗？我明白，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您明明有能力帮他，您为什么要……哎，你现在马上去医院，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让他签字离职。对不起，我做不到。很好，罗律师，麻烦你现在就把他开掉。对不起，我也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他是专业人士。他熟悉国家法律，我们不愿意承担开除他而带来的法律后果。开除一个人有1000种合理合法的理由，这是你告诉我的。我现在要看你示范。对不起，您看不到。必须给我向任小年道歉。我为什么跟他道歉？废话，他是我最大的客户。咱们律所的价值观什么时候变成了谁有钱谁就正确？我告诉你，我让你向他道歉，并不是因为他有钱。是您刚刚说了他是我们最大的客户。我说的是事实，他不光是我们最大的客户，他还介绍了这么多的客户。他要是一走，就不是走一家这么简单了。我不以为我们为了挽留他而对他点头哈腰就能赢得他的尊重。愿意给他点头哈腰的律师律所多如牛毛，可你想过没有，他为什么选择我们而不是他们？那这样，让你助理走人。如果他走，我也走。我和他没有您猜测的那种关系。那为什么你为了他还激怒客人呢？为了公平。他激怒了我的客户，这一点我已经批评教育过他。我怎么向任小年交代啊？我认识他以来，他从来没有发过这么大脾气。您就可以跟他说，我那个实习助理太年轻，他缺乏跟大客户沟通交流的经验。这一点以后我们一定会加强职业培训，但是不能因为他说了几句真话实话，我们就要把他开掉。我不是这样的人，您不是这样的上司，我们的律所也绝不是这样的律所，对吧？你居然还嬉皮笑脸，那难道你想看我愁眉苦脸？严肃点。你消消气。我要是不接呢？不接我就一直给你举着。严肃。
谢谢你的正确领导。何塞老师，听说是你激怒了任小年，我只是在跟他说了个道理。他有没有跟你说，我给你钱，是让你跟别人讲道理，不是跟我讲道理？有没有说？那你还待在这干嘛呢？我怕他们万一一会儿来找我呢。找你干嘛？让你去陈述一下事情的原委啊？那您觉得会怎么样？走人。会让罗宾走人啊？让你走人。怎么样？没事吧？有事儿啊？什么事儿？好事儿。你跟我来。我这儿有几份合同，你认真看一下，还有胜利那边，你也跟进一下。好。还有事儿吗？没事儿了。但我就是想问，问什么赶紧问，我马上就要下班了。任小年那边没事了吧？以后你给客户讲道理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多考虑一下对方是否有接受不同意见的能力。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他能发那么大的火。我记得以前谁跟我说他会读心术？我当时并没有启动我的读心术。为什么呢？我你太急于讲道理了，这不好。有的时候人需要先听对方的道理。那我跟他道个歉吧。他不需要你的道歉。那他要什么呀？这不是你需要知道的。丽娜请假了，把我办公室收拾一下，水杯、咖啡杯都洗好放好。最后走的时候记得把门也关好。好，我知道了。齐老板挺欣赏你啊，他女儿也挺喜欢你的。我没见过他女儿啊。怎么没见过？你送合同去的时候，谁接待的你？齐老板秘书啊。那就是他女儿。哦，是吗？我都没看出来，他女儿挺朴素的，也挺谦和的。感觉怎么样？我有女朋友了。啊？还没听你说起过呀。我们就是没有公开。为什么？我们俩以前是大学同学，中间有很多人认识。他怕公开以后会有人来打听我们的事儿。他是一个不喜欢被人打扰的人。他现在从事什么职业呀？也在律所实习呢。实习多久了？刚实习没多久。在哪个律所呀？不会是全景吧？我们律所有条不成文的规矩，绝对不能和与咱们存在竞争关系的律所员工婚恋。我没什么事儿，去吧。哎，等一下！哎，等一下！主任。笔。你去哪儿？回家。家在哪里啊？望京。我捎你吧。不了，主任，我肚子有点饿了，我准备去吃口东西。哎，刚好我也肚子饿了，你叫上你女朋友，我请。别了，主任，我跟我女朋友，我们俩最近闹分手呢，准备今晚吃餐馆饭了。你刚才没说呀？我没好意思跟您说。要真像我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人家齐老板的前妻，也是刚和男朋友分手。嘿。哎呦，这么着急下班啊？准明天见。哎，好，明儿见。您慢走。
听我跟你解释，我是以前不知道，我是现在才知道的。我们所老大跟你所老大有仇，那跟你假装不认识我有什么关系吗？如果他知道你是我女朋友，还知道你在全景工作，他肯定接受不了。那你就打算一直瞒着他了？我没有，我准备攒一点资源就换锁。我不是怕这事儿传到咱明耳朵里吗？哎，咱俩的事你没跟别人说吧？就算我跟别人说了，有什么关系呢？你可以否认啊，你可以说是我自作多情，或者说我们已经分手了。对了，你刚才跟廖佳敏就是这么说的。你说你跟女朋友是去吃散伙饭的，那我们就假戏真做。别，你干嘛呀？哦，当时我说我饿了，他说他也饿了，他是我老板，难道我跟他说哦对不起，我不想跟你吃，那我能对？你就说你跟你女朋友吃饭又怎么了嘛？他知道我跟你吃饭，你没听他说吗？他请，还让我把你给叫上吗？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给你丢人了，对不对？你哪儿给我丢人了？你太给我长脸了。但关键是你不是罗宾的助理吗？你知道他有多恨罗宾吗？罗宾抢过他的客户，还搅黄过他的官司。不是，你想清楚了，他到底是跟罗宾有仇，还是跟我们律所老大有仇？都有，而且还不是一个仇，跟你们律所老大那是情仇。情仇。节目开始前，来为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要告诉您的是，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夜间是多云转阴，南川北风2级。你好，请问你有预约吗？我找一下罗宾。哦，他还没来。我是他姐，青姐。哎，黛西，哎，过来一下。你先走。这位是黛西，罗宾律师的助理。你好，你好，我是罗宾的姐姐，我找他有急事儿，我给他打电话、发微信，他都不回。哦，罗律师呢，他今天开庭，所以说可能没有办法接电话。那就找不到他了是吗？如果您有什么事儿的话，您可以跟我说。好啊，那我们这边请。好，谢谢啊，谢谢。昨天晚上回家，我们头让我们在群里面马上发当月的营业额，我在带孩子没听见呢，所以我就没发。今天早上一大早，我们单位的人事部就让我办辞退手续。辞退啊？对呀，而且不给任何赔偿。我陪你去找他们。你陪我去？我去给你们领导普及一下什么叫做劳动法，他这叫违法解除合同。如果我们告到劳动局，不仅要罚他，而且还要给你赔偿。真的吗？真的。那我们走吧。啊。根据劳动法第3条，劳动者享有休息休假的权利。下班期間，職工理應得到充分的休息。用人單位應該尊重職工的休息權，不得隨意侵佔職工的休息時間。背得可真流利，一字不差。所以理論上，職工是有權拒絕用人單位在下班時間發布的工作指令的。那要不這樣吧，你們去告吧，我是不會因為你能背2句法律條文就認慫的。行，那我們走吧。慢走不送。我给您提示一下风险啊，这个事儿我们可是会去劳动仲裁的。赶紧去，快去，去了你就知道什么叫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解释权听说过吗？知道什么叫解释权吗？顾名思义，就是谁有权谁解释。你小破丫头无权无势，还跟我这普及劳动法？我还告诉你了，我们跟劳动仲裁很熟的，要不要我打个电话帮你们约一下呀？还休息权。您要不要打算再多说2句啊？我打算给您发到网上去，您肯定会红的。你这叫非法录音！我录音一点都不非法，但是您非法开除员工，这的确是违反了劳动法。你要是敢把我的录音发到网上，我就去告你。你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你就擅自录音。您当然有这个权利了，但是我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你们老板好像是一个特别注重声誉的人吧？如果我把这个录音发到极客的职场那些事上，会对你们的公司、对你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你的老板会不会觉得有你这样一个人事经理特别的丢人现眼呢？保安，你看啊，我这手指稍微一动，我可就发上去了。经理，您需要我做什么？经理，我这手机录音还开着呢，您要不要再多说2句啊？没什么，
你得送他们出去吧。不用了，不用了，谢谢，我们自己走就行。谢谢你，经理啊。谢谢啊。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们给他点时间。哦，实在不行，我们还有仲裁呢，对不对？哎呦，哎，他来电话了。哎，待会儿，开免提。好。喂，罗琦，其实咱们不至于。你的辞职报告不是也没交吗？咱们就接着上班吧，啊？你也别太计较了，你进来咱们再谈谈，这点事儿不至于。我在办公室等你啊。好的，哎。罗琦姐，你可想好了，到底要不要在这儿上班？如果你决定不在这儿上班，待会儿咱们就上去问他要一大笔赔偿。如果你决定要留下来的话，他们可有的是招去恶心你，让你不舒服，你自己做决定哦。我听你的。大姐，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罗宾找你。他回来了？早就回来了。那行，我一会儿过去。现在就去，态度好一点。解决了就行。姐，你怎么也变得这么八卦？他就是我的助理，纯助理。行，没什么事，我挂了啊。今天让你去被执行人的住所排查线索，排查的怎么样了？我还没去。为什么没去？今天你姐姐来律所找你，她遇到了一件很……我姐姐是你的客户还是我的客户？她是你姐姐，她今天差点就被辞退。我问的是，她是你的客户还是我的客户，还是律所的客户？你为什么就没有耐心听一听她发生了什么？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人在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问题和你有关系，有的问题和你没有关系。难道说你都能管得过来吗？你以为你是千手观音啊？可她是你姐姐，那又怎么样呢？我们的客户需要我们帮忙执行欠款，再拖下去，他们的项目就会流产，公司就会倒闭，生活就会天翻地覆。而你在做什么呢？你在管闲事儿。你为什么就……我不问，我只问你的工作。你应该去被执行人的住所排查线索，应该去他的公司补充线索，确定了线索之后，再去法院提交证据，申请执行，还要申请限制被执行人的高消费，申请将被执行人列入失信名单，这是你应该做的事儿，而不是去跟一个什么破人事经理斗智斗勇，浪费时间，普及劳动法。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你还站这儿干什么？去啊！原本罗宾本来是要升高级合伙人的，但是因为任小年的事儿，吹了。任小年的事儿，任小年和咱们律所解约了，还带走了所有跟他有关的客户。那些客户他为什么要听任小年的呀？利益呗，任小年或者是投资，或者是持有股份。那我走好了。哎，你别傻了。再说你现在走也来不及了。任小年已经签约新的律所了。是龙科吗？
听说罗宾跟他新来的一个助理关系不一般。啊？是吗？那姑娘叫黛西，啊，全律所都不知道她的来历。罗宾就特别信任她，去哪儿都带着她。据说就是为了她才跟我爸翻脸的。是吗？嗯。大家可都在传你冲冠一怒为红颜啊！你不用每件事都向我汇报。我不是在向你汇报，那我理解错了，你在传八卦。我是提醒你，你要注意影响。什么影响？你看啊，你罗宾向来是以冷静理智著称的，怎么会为了一个没来几天的女助理就跟客户翻脸呢？你是说这件事情超越了你的理解范畴、认知能力？我能理解，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呢？但是我不赞同。我赞同。你赞同什么？我赞同，你不赞同啊？那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到底是赞同我的意思，还是不赞同我的意思啊？这都理解不了啊。哎，我跟你说，我最讨厌你这种笑了。是吗？那你喜欢哪种笑？你给我示范一下。示范一下。我一定见贤思齐，从善如流。你嘲笑我？没有。那你又笑什么？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可笑的。何塞，可能这跟我从小的教育。什么教育？我这么认真的跟你谈话，你就跟我嬉皮笑脸的？不，我是说咱俩接受的教育可能不太一样。你接受的什么教育？友善待人，时常微笑。OK， 我尊重你。既然你不喜欢这种笑，那个走这边，这边去资料室借。何老师，刚才为什么不看我？何老师，您昨天问他的好像是，为什么看着您？我这么可笑吗？没有啊。那你笑什么？我这是在表达我的善意。我提醒你啊，不管是谁在这做助理，给哪位律师做助理，他将来是否可以留在我们律所，我是有发言权和否决权的。懂了，谢谢您的提醒。你别觉得有罗宾罩着你，你就可以目空无人啊！我从来都没这么想过。罗宾在哪儿发现的你啊？到我们这儿来当助理是要填履历表的，我为什么没看到你的履历表？你哪个学校的？你们老师是谁？何塞老师，干嘛？司法考试一共14门课程，法理学法、治史、宪法、国际法、国际司法、国际贸易法、经济法、法律、职业道德、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任何一门课程，任何一部法，您随便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全文。
1989年4月4日，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次会议通过，根据2014年11月1日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第1次修正。根据2017年6月27日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第2次修正。第1条。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1135年，意大利北部查士丁尼学说汇纂原稿的发现揭开了序幕。意大利波罗亚大学最先开始了研究，他们采用注释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被称为注释法学派。评论法学派，评论法学派的形成于14世纪的意大利，该学派的宗旨是致力于罗马法和中世纪西欧社会司法实践的结合，以改造落后的封建地方习惯法，使罗马法的研究和适用有了新的发展。司法一词的来历，中国古代并无司法这一概念。司法一词是我国清朝末年从西方引进的，仿大陆法系德日制度。司法权及审判权虽然审检合属，但是检察部门受专门负责司法行政的法部领导。你行了，你能像黛西这样吗？找差距。还有你，我上大学的时候可以，现在复习也行。何塞老师，前台有您的快递。你跟何塞怎么了？他不喜欢我的笑容，而我又实在没有办法让他笑得满意。他到行政那边投诉，说以后要由他管理所有的助理律师和实习律师，谁都不能例外。黛西除外，我跟封印说好的。这个黛西到底是什么来路啊？你怎么老问这个问题？因为你为了他得罪了任小年啊。是任小年得罪我。他自以为自己很有钱，可以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我不需要服务这种客户，我有这个权利。这个黛西真的没有任何背景？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你就像现在这样，笑而不语。把这个送到资料室，顺便把他叫过来。什么呀？游戏设备，这么多。哎，陆斌找你。啊，好，我先走了啊。别惦记了，人家不归你惦记，知道不？为什么呀？他是有男朋友，还是你喜欢他呀？你是怎么通过司法考试的？我是高考状元，我每年都拿1等奖学金呢。那你说说看，如果有人为了他跟律所最大最慷慨的客户翻脸，我也会翻脸。任小年他就一混蛋。你果然脑路清奇啊！他之前是何塞的客户，你知道吗？他每次来到何塞办公室以后的事，你好，求你了，我错了。咱俩换个话题行吗？为什么要换啊？因为只要你骂起任小年来，你肯定没完没了的，控制不住你自己，一直骂。行，那换什么？我先想想啊。何塞找你啊！快来！别摔了啊！摔了我今天我就练不上了。慢点，装上。
总打削球欺负我啊，全是在旋转的。有进步啊，有进步也打不过你。我跟你说啊，以后机器会代替人类的大部分工作，尤其是你们法律工作。有了法律机器人以后，想打官司，把双方的诉讼证据全部交上去，这机器人法官就会在网上把这个案情的结果公之于众，结案了。所以说，机器是最公正的，也最无情，最适合你们法律工作呀。不，你错了，最不适合。不适合吗？不适合，对。情理法，情理法，对，人是有感情的哈，所以是情在理前面。没错。其实大家如果说都讲道理，是很容易讲得清的，就怕掺杂了这个情绪的道理，就复杂了。没错，就像我跟你姐一样呗。没错。你跟我姐，我亲爱的姐，最近她一直跟我唠叨，说如果不是剖腹产，她应该是我妹妹，我应该是她哥哥，我得让着她。哎呦，这么多年你怎么两个还争这事儿呢？这事儿我有发言权，我做了深刻的研究啊。这双胞胎剖腹产的顺序，它跟顺产是一致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医生这接生婴儿的时候，它是随机的，哪个顺手他先接哪个，所以谁是老大不是你们两个说的算，是人家医生说的算，他是老大，知道吗？不是你今天怎么突然有时间约我打球了？好久没见你了。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让人骗了？哎，我不是傻子，我怎么总让人骗呢？你长得挺像让人骗的。没有，没有。我告诉你，别傻乐，有什么事儿的话，别憋在自己心里，找我。哦。最近见姐了吗？没有。不过前一天到我律所来了一趟，刚巧我没在。啊。他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应该没有吧，好像说是单位出了点什么事儿，应该已经解决了。哦，怎么了？我好久没见小安了，我每次问他，他就跟我说他带小安去旅行了。那我问问他。别，不需要，我都问过了，问了他朋友，他没旅行去。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他呀？他警告我说，没有他的允许，我不能去找他。找他的话，他就可以禁止我去见小安。他没这个权利。他有这权利。他说了，他认识全中国最好的律师。他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如果一个律师不让一个父亲去见自己的孩子，这个律师根本就不是最好的律师。你怀疑我？我没有。你有。我没有。你有，你的助手告诉他了，如果我有任何精神类的疾病，或是有可能影响小安身心健康的疾病，他都可以让法院酌情去处理这事儿，有可能就不让我见小安了。你干嘛？不是你别给他打，我不想得罪他。我给我助理打。电话。你看。喂。是你给我姐出的主意啊？您说哪一个呀？我给您姐出了好多主意呢。就是你最得意的那个。啊，你是说那个阻止渣男前夫见孩子那主意是吧？不用谢，客气，应该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谁让你这么做？你姐让我这么做的呀。她说她不想见渣男前夫啊。你听好啊，你是我的助理，以后没有我的允许，没有我的同意，不准你以我助理的身份给任何人出任何主意。听清楚了吗？哎，小心点啊！喂，你看一下。喂。基玉，你应该相信我，我没有让我的助理去给我解除。我相信你，相信。对不起啊，什么对不起啊？应该是我跟你说对不起。其实想想这事儿吧，我也能理解你姐。
能理解的。能理解。那我想请问，你成天能理解这个，能理解那个，那你是想见小安还是不想？我想见小安，我很想，我做梦都想。我想，我知道你姐什么脾气，我不想得罪她，我不想惹毛她。其实我就想了解这事儿啊，抑郁症这病能不能影响孩子？会不会影响他的身心健康？如果真的影响他，我可以考虑我不见小安，我能做到。明后天我去找罗琦，我跟他谈谈，好吗？别想那么多了，以后有时间给我打电话，我陪你来多打打球，没事的。你不说了吗？我被人骗的时候才能找你。还正常。罗宾他绝对不可能是这种人。虽然我认识他的时间没你长，可是我对人基本的判断还是有的。你以为他是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人吗？我跟你说，他所有的客户都特别有钱，而且是特别的有钱。那也不能说明他唯利是图吧？不，你今儿怎么了？你干嘛老替他说话呀？你以前不是特恨这种人吗？我现在也特别恨这种人，但是罗宾他真的不是这种人。如果他是这种人的话，他为什么要跟任小年翻脸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想知道，这不符合他的逻辑。因为任小年他缺乏对法律、对规则最起码的敬畏。我先跟你说清楚了啊，任小年现在可是我们的客户。那又怎么样呢？那至少我们现在合作的很愉快啊。我倒是要看看你们能愉快多久。能不能不一言不合扭头就走啊？不是，我要赶紧去找罗琦了。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呗。我不能背黑锅，你走吧，你走吧，你赶紧的。哎，来了啊！怎么招呼都不打就来了？小安呢？我给他买的奶黄包。哦，去同学那儿过生日去了。啊，这么小的孩子就聚众过生日啊？对呀，现在从幼儿园就开始了。那放冰箱了啊？啊，放冻箱啊。喂。啊，对，我是罗小安的妈妈。你们快结束了是吧？那我马上过来接她。谢谢您啊，一会儿见。哎，再见。你刚才说什么？什么小安？他那个马上要结束了，我们去接他。你跟我问你刚才说什么小安？罗小安啊。罗小安，你把姓改了？对啊。那你改姓这事儿，季玉知道吗？他不需要知道。他怎么不需要知道啊？他是小安的父亲。季玉跟我说，你不让他见孩子是吗？对啊。为什么？因为现在季小安已经不见了，现在只剩下罗小安了。姐，你不能这么做，你不能这么做，你知道吗？我知道你们是兄弟，所以这件事情我也不准备告诉你。所以你就去找我的助理了，是吗？对啊，你助理挺好的，人好心好，也非常能干，这小嘴巴巴巴的，可不比你当年差。我告诉你，以后你不要再找他，我也跟他说了，不让他管你的事儿。行，不找他了。我忘了我弟弟是胳膊肘往外拐的。姐呀，你听我的，你不能这么做，你真的不能这么做。罗大律师，我现在已经这么做了。那也不行。我告诉你，即便是夫妻双方离婚了，父母任何一方也不应该把孩子的姓给改了。那就去告吧，把灯关了。不管你跟季玉有什么问题，他总是孩子的父亲，他有这个权利。我认为他没有。这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利，不是你说没有就没有。你在跟我说法律吗？对，我在跟你说法律。你再这样，他可以告你的。那为什么不告我呀？那是因为他不愿意伤害你。那就让他伤害自己吧。
你真的不能这样，你不能再刺激他了，他刚好一点点。所以不能见孩子，这个病得慢慢养。哎，你去哪儿？你告诉我，我去送你，咱们路上说好吗？不要，我不想听你唠叨一路。罗琦，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这么跟你说，就是不希望你后悔，你知不知道？我后悔的事情已经做得很多了，不差这一件。你怎么？你让开点啊，小心我压到你的脚。我让你让开，你听不见呐。哎，师傅，就这儿，停。罗老师，您也是来找您姐姐的？我不管罗琦跟你说了什么，我再说一遍，以后不许你管他的事儿。罗老师，是您姐姐先找的我。就这一个要求，做得到继续做我的助理，做不到走人。如果决定了继续做我的助理，马上去了解一下夫妻离婚之后孩子改姓的法律知识，明天一早给我。靠边点，别压你脚。哎，脸色不好，昨晚没睡好啊？你去忙你的，我去买早点。我跟你一块儿去。你不是已经买了吗？是我这已经买了，但是你没买呢，陪你去。你这有什么事儿吗？我就因为没事儿，所以才有时间陪你买早点。这些都是我已经做好的，一会儿他来了，麻烦你给他。你这是要离开？这些都是我已经做好的，一会儿他来了，麻烦你给他。你这是要离开？不是啊，我手机屏碎了，我去换个屏。别掺和。什么别掺和啊？你见过季玉了吗？谁是季玉啊？季玉是谁你都不知道？罗琦的前夫，罗宾的前姐夫啊，就是那渣男啊！创业失败能叫渣男吗？哎，这是什么奖杯啊？他们俩是留学时的校友，蝉联过好几届学校网球双打冠军。罗琦和季玉是闪婚，罗宾是他们的伴郎，
婚礼上，罗宾既代表新娘致辞，又代表新郎致辞。那他们为什么离婚啊？罗琦是怎么跟你说的？他没有细说，我也就没有细问。是不是？不是。没有人出轨，也没有小三。那是为什么？如果你见过姬玉，你就知道了。老有人跟我说你跟你的助理，我没兴趣知道。我也没兴趣知道。啊，我要是你啊，任小年要跟我说要把黛西炒了，我也跟他翻脸。你别总以为我对你有意见，对吧？其实都是因为任小年对我有意见。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嗯？丽娜不在她的位置上。丽娜很少不在自己的座位上。你应该到律师所去转一圈，看看还有谁不在自己的位置上。我想跟你解释一下。不用解释。我要解释。那就快点。你赶时间吗？我在赶你。你昨天见到罗琦了吗？他是怎么说的？我跟你说啊，我对你其他的事情没有任何意见，我唯一有意见的就是你对人的态度，你太目中无人了。好，我一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现在真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要打。哦，那你打电话啊，时间归你选啊，咱俩好好谈谈。请问你又有什么指示？我就是想看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有一个重要的电话要打。正在打。我就说一句啊，我刚才呢检讨了一下我自己，我发现你我之间，我的确也是有责任。所以从今以后，如果你发现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也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太没有眼力劲儿。请看。我有200多条语音没时间听，我帮你听啊！走开！我刚才跟你说的，千万不要告诉罗宾。好。大白天的锁什么门？哪条法律规定白天不能关门啊？罗律正四处找你呢。哦，好。把门开着。哎，我跟你解释一下，我刚才的确想把这门关上，我想跟你说点关起门来说的话。什么话？算了，还是开着吧。明人不说暗话。你到底要说什么？说呀！你刚才跟黛西说什么了？你可以不告诉我，但是我必须跟你说。有人说，黛西和罗宾关系不一般。好，当我什么也没说。哎，我今天早上碰见罗宾了，但是我发现他气色不太好，好像挺懊恼的样子。那是因为他一大早上就碰见你了。丽娜跟你说什么了？没有人跟我说什么。那就是说了。您这是猜测。不，我原本做好了，一上班就听到了你辞职的喜讯。我不辞。我现在出去一趟，我桌上有一份150页的合同，你来负责校对，并且出具律师意见。您去哪儿啊？你问多了。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去和罗琦姐好好聊聊。打住！如果不是你出谋划策，
罗琦还真想不出这么狠的招儿。是你姐把你前姐夫描绘成了一个渣男，那你就信了？啊？所以给他出这么损的招儿？我错了。那他有没有告诉你，到底为什么不让孩子见父亲？你告诉我。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你就乱给人出主意。我这是凭常识。如果一个母亲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见父亲，一定有她的道理。那你要问，让他说出那个道理，然后判断那个道理是不是符合法律。怕戳到他痛处。这不是理由。倒是你，我觉得你才应该问，因为你们才是家人。那150页合同，希望我回来之前你已经做好。我刚才找你有事儿啊，但是我给忘了。罗宾哪儿去了？他不在。他干嘛去了？你找他干嘛？我得跟他约一下时间。你需要多长时间？那得看我们俩谈的怎么样。他最近日程很满。可是他跟我说让约时间，我们俩好好谈谈。有的时候呢，如果有人跟你说他想找时间跟你好好谈谈，意思呢就是说他当时不想跟你浪费那个时间。哦不。如果我说我们要找时间好好谈谈，那么意思就是我们要找时间好好谈谈。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把这个时间好好约一下。丽娜姐，罗宾老师让我去他办公室拿一下合同，你自己去吧。确定时间。我给你约明天的时间。今天为什么不行啊？我不知道他回不回来。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你是丽娜，你怎么会知道他？那他今天没有时间。我拿好了。何赛老师，你有什么事儿？啊，我没事啊。你有事儿？我没有。那你刚才叫我何赛老师？因为您是长辈，所以我叫您何赛老师啊。何赛老师，再见。长辈儿。长辈。哼，谁是长辈？何老师，为什么叫我老师？因为您是我的前辈啊。前辈吗？那应该，师兄。对。以后叫我师兄。哎，何师兄。罗宾吗？方主任。哎，王大奎找不到他，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他今天出庭。啊，助理呢？说是不接电话，也不回电话，怎么个情况啊？黛西他手机坏了，他现在正在修呢。罗琦姐，你为什么忽然就不让他来探望孩子了？是罗宾叫你来的？没有，罗宾他根本就不让我管这个事儿。你跟罗宾说啊，他那个兄弟啊，如果继续探望孩子的话，会对孩子不好。罗宾他打算让他这个兄弟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我就会说我的前夫有严重的健康障碍，如果他在行使探望权的话，会影响到我孩子身心健康的。我会让法院终止他的探望权。罗琦姐，这个主意确实是我给你出的。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打起官司来的话，是要讲求证据的。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有严重的健康障碍，或者说他行使探望权怎么就损害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呢？他得过抑郁症。那罗宾他会找来一达医生给他做报告，证明他已经康复了，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严重的健康障碍。他已经有新的女朋友了。那法院他也不会因此就剥夺了他的探望权的。小安的奶奶跟他说，他爸爸会给他再找一个新的妈，比原来的妈妈还要好，问他喜不喜欢。老太太嘴巴一张，亲妈就没了。我女儿要管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女人叫妈，将心比心这件事搁谁受得了？你受得了吗？
罗律，那个您回律所吗？我搭上您。对不起，我不回律所。喂，什么事儿？我觉得您应该好好的跟您的前姐夫谈谈他再婚的事儿。他确实有再婚的权利，但是我跟不跟谁谈什么，就不劳你费心了。我就是温馨提示啊。用不着。你能干好我交给你的事儿就不错了。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这儿很难找吗？黛西是叛变了呢，还是本来就是你派来的卧底？你想多了，现在想找一个人没那么复杂。丽娜，是不是？肯定是丽娜说的，对不对？你知不知道，你把小安藏起来，季玉快崩溃了。啊，你不要跟我提这个例子。好，你前夫现在每天给我发好几百条微信，他已经疯了，你知不知道？哟，疯了，那就更不能见孩子了，否则的话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的。我知道季玉找了个女朋友这事儿没告诉你，让你生气了。他找不找女朋友，他结不结婚，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好吧？那你为什么不让他见孩子呢？我不想让我的孩子知道他爸又给他找了一个新妈，我也不想让我的孩子在两个妈之间做比较，这个理由充分吗？姐，你这理由我能理解，但是我必须得告诉你，这个理由在法律上它不成立。你不能因为你的前夫要结婚了，或者说谈了一段新的恋爱，你就剥夺了他对自己亲生子女的探望权。你跟我谈法律是吧？啊，罗宾，那就跟我的律师谈吧。你不要闹了，行不行？我没有闹，就是因为我不闹，所以我要找律师。你们律师都是专业的，受过训练的，都非常冷静。我是冷静不了，所以我必须要找律师。你真的假的？你收一下。什么东西？这是我律师的名片，他叫麦飞，可能你也认识。我当然认识，他以前是我的助理。那我想请问你想干什么？你为什么要去找律师？你什么时候找的他？我的律师叮嘱我呀，只要我找了他，我就不能回答任何人的问题。我不是任何人，我不是任何人。你是律师，你是替我前夫来跟我交涉探望权的。姐，我是你弟弟，我是你的亲人，当然我也是基于很多年的朋友，所以你相信我，这种事情不需要找律师，你懂吗？别跟小安说，否则我揍你啊！哎呀，有没有想舅舅？想了，怎么想的？睡觉都想。哦，真的假的？真的。好吧。小安妈妈，小安最近好像情绪不太好，你们家长工作再忙，也多陪陪孩子。还有这个。谢谢，没事。谢谢舅舅。这是舅舅买给你自己的啊，千万不要给妈妈，最近妈妈不乖。
来，先放里。好。你要不怕被别人看见了啊？看见就看见呗。哟，那万一廖主任找你麻烦呢？他看不见，他正会儿陪客户吃饭。罗宾找你啊？不接了，下班了。你干嘛不接呀？好不容易跟你约会一次。没事，你接吧。哎，罗律，我要见你。我下班了，我没在所里。那正好，下班了我们可以见面好好聊一聊。你在哪儿？我来找你。是这样，我今天晚上安排事儿了，我们可以约其他时间见面吧，好吗？你知道我找你什么事儿吧？是因为罗琦吧？没错。所以你躲是躲不了的。我并没有躲，我只是今天晚上有事儿，您给我约其他时间吧，谢谢。喂，季月，我刚刚跟罗琦见了一面，我们见面说吧。好，那我去你家。好，我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到家吧。好的。好。这事儿啊，跟你没关系。怎么跟我没关系了？就是不想被人怀疑。不想被谁怀疑啊？罗宾啊？啊，你把罗琦介绍给了我，怀疑。是啊，这是非常合理的怀疑啊。他知道咱俩认识啊。如果他真这么怀疑，那你怎么跟他解释也没有用，他越描越黑。哎，要不然，我是想说了，要不然别再罗宾了。为什么？你说话呀？为什么呀？啊？我是怕你为难，我不想让你夹在我跟罗宾中间。那为什么是我别干了呢？咱俩好好讲道理，那谁也不能急那种的，行吗？你看啊，我过了司法考试，我有律师资格证，我再过上几年呢，就能成为初级合伙人了。我再熬上几年，等我有了名气，有了人脉，我就可以自己开业了。我以我自己名字命名一个律师事务所也是有可能的，对吧？是你不一样啊，你连司法考试都没法参加。那如果不是罗宾罩着你，你能去律所上班吗？那除了保洁员或者勤杂工什么的，你什么都干不了。那可是现在连招个行政都需要大学本科以上。哎，别，你干嘛？你看又来了。哎，罗冰冰，你瞅啥呢？一起喝点儿。哎呀，酒。什么温柔点，拉胯了。哎呀，这顿饭就这么给摔着了。罗宾，你先躺会儿行吗？我给你弄点喝的醒醒酒。跟罗琦聊的怎么样？同意我见小安了。等你醒了，咱们再谈好吗？我现在醒着呢。我跟你说，我今天去
不去他那儿了，去找小安去了。人家全大市大爷没让我进。我说我干什么呀？我说我找我孩子。他说孩子谁？我说纪晓安。他说纪晓安。我说对，我就把小安的这个身份特征、生日啊什么全都告诉他。我说你进屋去，你去给我问问。你看他出来跟我说什么？给我笑死了。跟我说没有纪晓安，我们这儿有罗小安，好笑吧？我后来仔细一想，他把小安姓都给改了，随你姓了，罗小安。姓都给改了，你有女朋友啊？恭喜你啊！谢谢，不客气。喂！不是，你怎么知道的？罗琦告诉你的。罗琦怎么知道的？不是，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呢？没想好怎么告诉呀？怎么说呀？哦，就是因为这事儿吧，他生我气，不让我见小安，还把小安姓给改了。因为这个是不是？你说话是不是？所以你要理解他，他需要时间，他需要时间去消化这件事。消化可以的消化，但是我妈想孩子了，我也想孩子，我真的想见小安，真的罗宾，好久没见小安了。我也赶了。来，乖，躺这儿，躺下。中国结婚的对数558万，离婚的对数185万。过去有一句老话叫"三人行必有我师"，套用现在我们的结婚率和离婚率叫"3对成必有所失"。高手生不露啊！兄弟，看见我刚刚操作没？太帅了！大婶，留步！我都已经校对好了，但是我们千万不能签，因为这里面有特别多的坑。人家对方公司的法务投诉你说你一直不回电话。关于麦飞担任您姐姐律师的事儿，我想跟您解释。你不用解释。他不是针对您，而是因为我说了不用解释。怎么老不听别人解释呢？我之所以每天比大家早一点来办公室，是因为我有太多的工作要处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花费在听别人解释上。况且，解释不解决任何问题。我解释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避免造成更多的矛盾还有误会。你只需要告诉我你的决定。你是决定继续留下来当我的助理，还是因为你的男朋友麦飞在做罗琦的律师而打算退出？我尊重你，无论你决定留下还是退出。您什么时候知道麦飞是我男朋友的？我一直都知道。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我不退出。OK， 那就请你马上联系对方当事人的代理律师麦飞先生，确定一下我们双方的见面时间。好，罗老师，
我早就已经跟麦飞约定好了，我们各为其主，绝对不会参入个人的感情。我不知道你们的约定，也不关心，我只看结果。兄弟，看到我刚才操作没有？带吸管何塞叫兄弟，真的骗你小狗，我亲耳听到的，他真管他叫兄弟。你叫何塞叫师兄，人黛西管何塞叫兄弟，那你得叫黛西什么呀？说什么呢你们？我正跟他说啊，你在何塞办公室正讲到你跟何塞兄弟相称。哎，对了，昨天好几个客户打电话过来找你啊，我可都帮你打掩护，说你去上厕所了啊。没有肉的，只有素的。谢谢啊。最后连封印都过来找你了，问你去哪儿了。都惊动封印了。我估计啊，是王大奎那边的法务给你扎的针儿。谢谢啊。哎，丽娜没有在座位上，所以我就直接走进来了。丽娜在座位上的时候，你也不是爬进来的，一点也不好笑。幸亏我的职业不是逗你开心。封印昨天到处找你，说你也不接电话，客户也找不到你，你的助理也不在。不用你告诉我。你干嘛呢？工作。可丽娜约好了是今天上午咱们俩谈话呀。谈什么？你忘了？哎，你说要找一个时间，我们俩好好谈谈啊，关于我们俩的关系啊，以及存在的误会，还有未来情感的发展方向。我这些邮件必须要在客户一上班，打开电脑就能看见。我从来都是提前完成的。我昨天晚上跟丽娜重新约时间。丽娜不在工位上，那就等她来了以后再约。耿子，对不起，我实在太忙了，我一会儿还上班呢。罗宾不知道我来找你，他早晚会知道的。季玉如果真想跟你过不去的话，他可以找律师告你。哎，不谈这些了，说点别的吧。啊？你怎么知道的？你妈妈告诉我的。哦，我跟她说你今晚约了罗宾，罗宾忘了你们的见面地点，不敢问你，怕你生气。然后你妈妈就跟我说不可能啊，今天晚上罗琦要带小安去跳芭蕾舞。我说对啊对啊，罗宾就是要去看小安跳芭蕾舞。我说句真心话，你别介意啊。也许我会介意呢。那我就不说了。我不介意。我介意。哎，对不起，我们主任还没有到，他让我接待您。别怪我不好，事先没有通知你们。哎，这边请。好。没关系啊，你可以接电话的。哦，不重要。您这边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power off. 喂，你好。您好，请问是龙科律所吗？是的，请问您哪位？我找一下麦飞律师，请问他来了吗？麦飞律师来了，但是刚走。好，谢谢。何塞叫你去他办公室，为什么让我去啊？
你是叫黛西吧？啊，刚才我去他办公室送文件，他说让黛西来一下。何塞老师，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律所的美女兼律师助理兼游戏高手黛西啊。您好，您好。这位是大鹅游戏的创始人马龙。啊，我特别喜欢大鹅的游戏。是吗？啊，哪款？凯旋。必须的。那你们二位玩一局吧。何塞老师，我这边工作还没做完。我去跟罗宾说，他一定会同意的。哎，我正找你呢。你收到校友会的邀请了吗？我不会去的。为什么？有什么可去的呢？大家不是在律所碰到，就是在法庭碰到，混得太熟了，以后还怎么为了自己客户的利益争得你死我活、鱼死网破呢？你是怕碰见蓝红吧？闭嘴！你说你当时跟蓝红那么好，为什么要分手呢？闭嘴！我们当时都觉得你们完全是天生的一对儿，我没有恶意。对不起，我不想跟你叙旧，我没时间。不，我是想请你给我帮。如果需要我帮你什么，请直说，别吞吞吐吐的好吗？我听说蓝红的老公他有要收一家游戏公司。对不起，我帮不了你。哎，我在并购这方面，法律问题我非常的了解，我在这方面就是一个专家。那我倒是建议你去参加校友会，并且期盼上天能够安排让你邂逅一个某上市公司老板的太太，你去毛遂自荐，告诉他你有这方面的能力，并且他正巧有这方面的需要，或许他会找你。哎，不，你误会我。那你能不能别绕来绕去的让我误会你呢？是这样啊，我呢，有可能很快要做一家游戏公司的法律顾问，而这家公司呢，有可能被别人收购。但是在这众多的打算收购这家游戏公司的公司当中呢，有一家上市公司，这家上市公司的老板呢，恰好是蓝红的老公。也就是说呢，我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会跟蓝红老公的公司有很多工作上的接触。请问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看啊，你我之间多多少少的有那么一丝丝的矛盾。何塞，你听好，再有矛盾，我也不会到你的客户那儿去说你不好。你承认咱们之间有矛盾了，你终于承认咱们俩之间有矛盾了，但是没关系啊，有矛盾没关系，有人的地方它就有矛盾嘛。大哥，我的重点是，我不会到你的客户那儿说你不好，我并没有谈我们俩有没有矛盾。不，那你说咱们俩之间有什么矛盾呢？出去，这个话题不再谈了。你找丽娜约我的时间，她没有在位置上。我说过了，那就等她来了再约。哎，你说最近有点奇怪啊，昨天你消失，今天她消失，这是怎么回事呢？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啊，别生气！哎，你到底要干什么？我没有要偷看，我只是想离你再近点。我能听得见，我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听见的话，我奉劝你压根儿就不要说出口。你看哈，是这样的，你看上学的时候，我跟蓝红之间关系一般，是吗？你这么理解啊？那你的理解力真的从小的时候就严重出现了问题。你们俩关系不是一般，你们俩是相互鄙视。我早就看透了他了，对不对？我当时我就反对你们俩，但是你没有听我的建议。我庆幸没有听你的建议。所以啊，你没有听我的建议，所以造成了你这段失败的爱情。如果我听了你的建议，我现在也和你一样，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爱情。我当然知道什么是爱情。什么叫爱情？
爱情属于所有人，但是爱情分真爱和假爱，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忠贞不渝，这才叫真爱。你的意思是，从一而终？不，我说的是忠贞不渝。那如果两个人接触了一段之后才发现并不合适呢？那他们就不是真爱。哎，像你跟蓝红之间，那就不叫真爱。按照你的逻辑，真爱只有一次。对。那如果说你真爱这个人，他不幸离世了，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一生他不再接受其他人了呢？不，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明明你刚才说的真爱只有一次。不，我的意思是哈，如果一个人他同时爱上了很多人啊，那他这就不叫真爱。但是一个人爱上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消失了，比如说离世了，那么这个人当然可以再去追求他新的爱情，不然的话，那就是泯灭人性了。那你就不应该说真爱只有一次，应该说真爱是一次只能爱一个，爱几次就应该有几次真爱。对，你们俩在这讨论什么呢？爱情。我没听错吧？你们为什么要讨论你们认知范围之外的事儿呢？你们既不懂，又不擅长。他为什么说我们既不懂又不擅长？他说的是你。我找黛西，黛西她没有在工位。她去哪儿了？我知道他去哪儿了，我去帮你叫他啊。资料室。百谢，罗宾找你。哦，好，不好意思啊，我先撤了啊。好，拜拜。我离婚的时候扔你家2箱东西，你没给扔了吧？在衣帽间有一个大箱子，上面贴着你的名字。机遇找着了，行了，挂了啊。哎，不好看。白金红的专利已经申请了下来，你马上跟麦琪联系一下，约定去法院的立案时间。好，诉讼材料准备的怎么样？都已经准备好了。喂。